题吧？没有问题，我只是需要适应一下他的速度。请千万别勉强，这毕竟不是演习啊。我会量力而行，导航就拜托你了。嘿，包在我身上，我绝不会遗漏掉任何细小的。这些红点什么时候冒出来的？不好，有附属敌人在向你靠近，请立即迎击。果然，隧道也被封锁了呢。和我调查的结果一致，长空市果然已经被这帮坏蛋给掌控了。不过这样看来，高速机动的确能制造出对付他们的局部优势。是啊，我之后也会加倍小心，不漏看一个敌人信号。没关系，从结果来说，你刚才也没有耽误什么呀。等一下，出现新的敌方增援。这个反应规模，小心，有个大家伙向你冲过去了。我们或许可以尝试甩掉它，不过在隧道里。没关系，我会想办法的。可是，等我甩开它，就去长空室内的预定地点和你会合。为了不给他留下追踪的机会，我们暂时切断通讯，一会儿见。辛苦了，小兔。终于进入长空室了，这里仍然是百废待兴的状态呢。先和我的搭档会合吧，他应该就在这附近。那是前方、左侧、右侧、身后，全部确认完毕。周围无危险目标，随时可以碰头，请讲。你好啊，苏珊娜。融于环境，屏声静气。苏珊娜小姐，你是怎么发现我的？莫非他觉得自己隐藏得很好？没想到我精心准备的伪装，居然一瞬间就被看透了。作为一名女武神，我的实战经验果然还是很成问题啊。苏珊娜，你是不是太紧张了？因为平时的苏珊娜并不会像今天这样呀。大家都觉得你早就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女武神了。可是你的经验比我丰富多了，无论是和奥托主教的战斗，还是当时月球上的行动，你都活跃在第一线，冒着生命危险在战斗。可是我们在前期准备的时候，不是讨论过这个话题了吗？在这次任务中，作为对等的伙伴来行动，我知道了。好歹我也在天命任职了这么久，职位也有了晋升，我会努力自信起来的。
好像也只有一边执行任务，一边缓解他的紧张情绪了。那么，苏珊娜，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展开行动吧。好的，跟我来吧。在前面不远处有我布置好的安全屋，我们先去那里和总部取得联系。不过要小心，城里现在布满了无帽者的眼线，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就像这样。不愧是希尔，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肯定要苦战一番了。希尔，在进安全屋之前，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是用来进行秘密通讯的收发装置。没错，它能让我们在安全屋内隐秘的和总部通讯。但是不久之前，这个装置被无帽者的自动机甲打坏了，而且那群家伙可坏了，每次我尝试修理，他们就会马上冒出来捣乱。你看，说来就来。你放心修理吧，其他的事交给我就好。搞定了，有希尔在，一切都变得事半功倍了呢。好，现在我们赶紧进安全屋吧，走这边。哦，进门的时候注意一下我布置的3重陷阱，我给你讲解一下怎么避开。好。是不是特别有那种氛围？希尔大侦探和他的助手苏珊娜将要在这间房间内推导出事件的真凶。确实，这里看上去足够隐蔽。这地方是附近的临时治安维护所借给我们用的。他们听说天命愿意来协助调查，赶忙找了一个最安全的地方给我们。不过，这些豪华的布置应该还是苏珊娜的手笔吧？看来他们也已经被逼到束手无策了。那我们这就和总部联系吧。这是光线造成的错觉吧？这次又遇到什么突发状况了？冒失鬼苏莎娜！对不起，特斯拉博士。不对，这次我可没有捅什么娄子，这是非常常规和必要的定期联络。特斯拉博士，你好。哦，希尔，你已经到达长空室了吗？比我和鸡窝头预计的时间还要快，看来利用正装小兔进行的突围作战很顺利啊。小兔在载具形态的性能非常优秀，多亏了它，我才能突破无帽者的封锁。我看过之前的作战记录了，没想到无帽者连 RPC 系列的武装直升机都能搞到手。哼，终究是群占山为王的匪徒，居然把那种大型武装放到狭窄的隧道里，还真是一点战术智慧都没有呢。不过，为了对付那东西，重装小兔的能量损耗应该也不小。其实从隧道里出来之后，小兔就进入休眠状态，无法再变换构造了。这本来也是这次作战最大的风险。虽然你作为重装小兔的原主人能够使用它的大部分技能，
但却无法为他补充能源。毕竟他一直以来都在和线主人并肩作战，早已完成了多次的进化和迭代，在能源系统上也和线主人形成了近乎共生的关系。好像确实是这样呢。那也就是说，只要不把小兔还给线主人布罗尼亚小姐，它就没法充电了。那接下来的作战，当然也就没法再使用它了。别想太多，一锤子买卖而已。喂，这些不都是一开始制定计划的时候就跟你同步过了吗？是的，我当然记得，只是确认一下。不过既然使用小兔有这么大的限制，为什么总部不派布罗尼亚小姐亲自参加作战呢？布罗尼亚姐姐最近似乎在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没法和我们一起行动。非常重要的任务吗？不愧是布罗尼亚小姐，肯定是比我们这里要紧急很多的任务吧。不过这么说来，希尔，你难道也不知道她的任务是什么？这个，虽然我当时问了，但是布罗尼亚姐姐不肯说，只是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让我好好期待一下。她还说了什么一定能颠覆业界的认知，未曾见证过的大师之作之类的话。但她当时语速太快，我没有听清完整的句子。关于这件事，恐怕我们有一些头绪。真的吗？不是，布罗尼亚姐姐她到底去做什么了？这还要从天命重组方案开始说起。你们应该多少有些耳闻吧？我听亚尔维特他们说过，据说主要的内容是商讨天命和逆商两大组织的合并。没错，逆商过去是从天命独立出来的组织，但是现在的逆商和天命之间已经不存在理念上的冲突。既然没有了各自为政的理由，那么为了如今的共同目的，两大组织还是合而为一更加有效率。特斯拉博士似乎也迫不及待要教长光研究所的人怎么做武器了。哼，谁叫他们老板是个甩手掌柜，总是放任手下做一堆没有品位的东西。所以，布罗尼亚姐姐是去帮忙推进组织合并的事情了吗？和德丽莎他们一起？那倒也不是，他的事情其实是跟组织合并后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有关。简而言之，就是新天命的最高负责人由谁来担任这件事。我想想啊，既然是天命和逆商合并，那么按理来说，应该是由天命主教或者逆商盟主来担任负责人吧。我记得之前瓦尔特先生还当过2个组织的临时盟主。没错，究竟是由德丽莎主教还是瓦尔特杨来担任新组织的领袖，这件事本来应该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得出一个结论。可是瓦尔特那家伙却突然跑过来跟我们说要辞去盟主的职位，专心去做动画。啊？做动画吗？我知道，我小时候就看过《魔剑神姬》的动画，那是瓦尔特先生亲自指导的。确实，逆商为了筹措资金，以前涉足过相关的产业，但这次约阿西姆似乎是想要全身心投入到动画制作中。他甚至已经将自己在逆商内部通讯软件上的职位改为了原画设计师。瓦尔特先生，好强的行动力！别夸他。对不起。啊，难道说布罗尼亚姐姐她……看来你也想到了，布罗尼亚一直对制作游戏有非常浓厚的兴趣，而逆商的动画公司也在考虑拓展旗下的电子游戏业务。所以，如你所想，现在布罗尼亚已经在约阿西姆的身边，作为研发工程师开始了实习工作。原来如此，那句敬请期待，原来是指游戏作品呢。果然是布罗尼亚姐姐呢。不过，等一下，如果瓦尔特先生放弃当新组织的领袖，那也就是说……没错，
德丽莎会直接成为最高负责人，也就是新天命的主教。说真的，这么老土的头衔，你们不考虑换个名字吗？德丽莎主教确实是非常随和、没什么架子的人。不过，一下要治理2个组织，他会不会因为压力太大，或者琐事太多而自暴自弃？又或者，因为集权力于一身，开始醉心于权势，企图成为世界的霸主？啊，不好！屠龙者也要变成恶龙了！苏珊娜，你没事吧？什么？你抬头看着天花板，已经好几分钟没说话了。没什么，我完全没有胡思乱想德丽莎主教变成大反派的事。你已经说出来了。我们似乎有些跑题了，还是回到眼下长空市的世界上来吧。大约2周前，我们在长空市的观察员报告了一则事件：一间废弃化工厂遭到袭击，所幸没有人员伤亡。而自那之后的2周时间内，又陆陆续续发生了数起类似事件。除了工厂之外，还有公司大楼、仓库，甚至居民区，都遭到了武力袭击。最初的事件发生1周后，有一个自称无帽者的组织，通过网络和留在现场的传单，声称为这些袭击事件负责。他们宣称，无帽者是一个拥有数百名成员，并持有大量尖端机甲武器和其他军火的组织，并将在1周内对长空市进行全城封锁。至于进行袭击和封锁城市的原因，他们一概没有说明。长空市毕竟还是一片废墟，只靠临时警力根本无法和这种规模的匪徒抗衡，所以只有靠我们出马了。负责前期调查的苏莎娜作为主要战力的希尔，你们的任务就是查清楚无帽者的目的、成员构成以及他们老巢的位置。如果情况允许，你们当然也可以直接清除掉这个组织。总之，以上就是这次任务的大致内容，以防万一我们又重复了一遍，应该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请你们按自己的步调在室内进行调查吧。我和特斯拉博士也会作为情报顾问协助你们。除此之外，这边为你们物色了一位非常合适的向导，首先去和他碰头吧。论起对这座城市的了解，应该没有人比他更有心得。这里是……希尔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吧？这里据说是在长空市被毁之后，当地的居民们自发建造的棚区。因为这种特别的构造和形状，这里好像被当地人称为巢。你是希尔姐姐，还有应该是苏莎娜姐姐吧？你们好。小空，你怎么在这里？等等，希尔，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所以小空就是特斯拉博士他们说的向导。就是这样啦。我们差不多有半年没见了吧？这次就轮到我来帮助希尔姐姐啦。原来是这样，谢谢你，小空。那个，这位小姐到底是……抱歉，苏珊娜，我都忘了跟你介绍。也就是说，你们是在圣痕计划启动的时候，在月球上认识的。第一次相遇是在地球之外。天哪，这也太梦幻了吧！不过，小空，既然你是我们的向导，也就是说，你在这里也有过什么特殊的经历吗？过去，我和其他被老师收留的孩子们都生活在这座长空市。更具体的说，就是生活在这片棚区，老师把这里称为巢，
我们便是巢里的孩子。小空他们为了补贴家用，都曾经在附近做过拾荒的工作。这里的街道巷弄乃至暗路密道，他都了如指掌。希儿姐姐，我没有那么厉害啦，你可不能太相信莱尔说的话。不过，我们的确很熟悉这里，毕竟是自己的家乡嘛。那太好啦，这座城市冷冷清清的，东南西北都差不多，却连个问路的人都难找。我刚到这里的时候，不开导航简直就寸步难行。怎么了，希儿？我只是在想，报告上说无冒者在长空市组织了许多次袭击活动，对吧？我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确实在市区边缘遭遇了由机甲组成的封锁线。这样想来，无冒者似乎是一个行事风格相当张扬的暴力团体。但为什么街道上还是这么冷清呢？虽然这里的确没有多少市民，我们却也没有发现任何疑似无冒者成员活动的痕迹。这样说起来，确实有点古怪呢。无冒者可是号称有几百个成员，比一个村的人都还多呢。其实，不是那样的，希儿姐姐。无冒者虽然自称势力庞大，但他们并不在平常招摇过市。据说，他们只会在发起袭击的时候现身，并用最快的速度完成袭击，然后抽身离去。但目前为止，还没有谁真正见过他们究竟长什么样子，所以才叫无冒者啊！怪不得我调查了好几天，还是一无所获。原来如此，这样一来，大家就更不敢上街了。比起双眼能看到的危险，潜藏在阴影里的恶徒要更加恐怖。毕竟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就会现身。哎呀，那这么说的话，该不会潜入侦查的时候，我就已经和他们擦肩而过了？不过既然他们没有对我出手，说明我的伪装还是比较成功的吧。不过长空市的重建工作进展得很缓慢，这里本来就没有几户常住人家。大崩坏刚刚结束的时候，确实一度有很多人从四面八方聚到这里来，有的是想要重建家园的原市民，有的是窥见了机遇的商人，有的只是来碰碰运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坚持留在这里的人就变得越来越少了。是因为其他地方的机会更好吗？确实可以这么说。毕竟长空市荒废的时间太长了，所有的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搭建，而这需要非常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可能是因为长空市的崩坏发生的比较早，大家都习惯了它破破烂烂的样子，所以在大崩坏之后，也没有给予这里足够的关注。不过，从好的方面想，崩坏的确不会再威胁这里了。虽然现在的天命也处在应接不暇的状态，但只要意识到问题，大家一定会努力给出应对的方案。而且，在这种时刻引导大家，也正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担负的责任呐。希儿，你说的太好了，我当然也会尽一份力的。希儿姐姐，苏珊娜姐姐，谢谢你们。就算是现在，也还是有人坚持留在长空市，坚持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乡。我想，总有一天，长空市一定能重新成为一个大家都愿意来居住的城市。苏珊娜，希儿，这孩子，我好喜欢他呀！苏珊娜姐姐，听好了，苏珊娜，
作为女武神，我们一定要把无冒者一网打尽。可是我不是女武神呀。没关系，我们现在就去勘察无冒者出现过的地点吧，给他们也来一个突袭。啊，这么说来，他们昨晚确实在附近出现过。嘿，那就拜托你了，向导。哼，果然有无冒者的机甲呀，直接打爆他们。等等，在这里和他们战斗，可能会波及到附近有人居住的棚屋。希儿姐姐，把敌人引到我这里来吧，我有一些特殊的办法对付他们。昨晚无冒者出现过的地点就是这里。这里似乎是一片居民区，是有哪户人家被袭击了吗？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听到传闻说这里昨晚有人看到了无冒者的成员。啊，这个我知道。不会错的。长空市临时治安维护所昨晚23点54分接到市民的报警电话，但据说赶到现场时，犯人已经逃走了。当时报案的市民的确就住在这一带。既然如此，我们就先向这里的居民打听一下情况吧。谁啊？你好，我们是天命调查部队的。天命？哼，先是盗窃，然后是抢劫，这回轮到诈骗了吗？啊，不是的，我们真的是天命的人。我才不信！天命要是还记得长空市，哪轮得到你们这些人为非作歹？药房也被洗劫一空了，家也被砸了，这破地方的警察根本靠不住。好不容易躲到这里来，居然还能被找上门，我受够了，真受够了！洗劫？你是袭击的受害者吗？请等一下，我们真的是天命的女武神呀！是又怎么样？都无所谓了，现在我可谁都不怕了，反正我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哎呦，又有新面孔来了！哎，你们该不会是新搬来的？要不要进来喝杯茶，聊聊天？不用了，老伯伯，我们是天命的特殊调查部队，是来处理无冒者事件的。无什么？什么？无冒者？您没有听说过吗？记不清喽。这几年世道啊，变换得太快，新词儿啊，那是一个接着一个。哪儿还能每个都记得清楚啊？这样啊，那您最近在这附近看见过什么可疑的人或者可疑的事情吗？可疑的？那可太多了。街对面那个卖米的老头就挺可疑的，我一直怀疑他家的秤底下有吸铁石。还有住北边小仓库里的那个老头子，一天到晚蹲在家里，见了我也不打招呼，只知道低头跑掉，看着像做贼似的。哦，还有啊，听说最近城里有个穿风衣的女娃娃挺可疑的，已经有不少人在议论了，好像是个金色头发的外国人，叫苏什么来着？哦，这条线索很关键，您能具体描述一下她的长相吗？希儿，你拉我做什么呀？老伯伯，谢谢你，这几条线索我们会记下来的。别客气，别客气，年轻人都忙着干活去了，能有人陪我说说话，我开心还来不及呢。
请问有人在吗？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来自天命的特殊调查部队，来这里处理无冒者引起的事件。请问你知道昨晚这附近发生的袭击事件吗？天命？哦，就是那个全世界都有名的救灾组织。那可真是太好了，你们总算要来接管这座城市了，对不对？虽然还没有到那一步，但我们已经在努力腾出人手进行相关的工作。所以关于昨晚的情况，哎呀，既然你们都知道了，那就拜托快点行动吧。现在的治安太差了，一个不知道哪来的团伙就弄得大家人心惶惶，连出城的路都让他们给封上了。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解决了，我可以向阿姨保证，我们还会继续对其他不法行为追究到底。所以昨天晚上的事情，哎呀，解决了就好，解决了就好。哎，对了，我还听说天命正在资助受灾城市，是不是很快也会轮到我们呢？这个我们也会尽快调集人手的，还请你再耐心等一等。我们只是调查人员，暂时还不能向大家许诺这些。所以昨天晚上阿姨有在这附近发现任何可疑的人或事吗？晚上？哎呀，最近这么乱，晚上我们怎么敢出门呢？这样啊，没关系，谢谢阿姨配合。好像没有什么收获呢。奇怪啊，报案人应该就是住在这一带啊。啊，那边好像还漏了一间屋子没有检查，希儿，我们快过去看看吧。希儿姐姐，你在写什么呢？啊，不好意思，我正在写刚才听到的各种消息，不小心走神了。刚才我们不是没有打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吗？不一定是无冒者相关的消息。住在这一带的居民需要物资补给，还要注意协调迁入人口的邻里关系，以及各种治安隐患。这些都是当地的工作人员力不从心或者疏忽了的地方。即使和这次的调查任务没有关系，也应该在事后将这些问题整理反馈上去，对吧？啊，不愧是希儿姐姐呢。这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啦。类似的工作，苏莎娜过去也做过很多。啊，我肯定没有希儿你这么心细啦。不过，虽然长期工作也很重要，我们眼下还是要优先解决无冒者的问题，对吧？走吧，我们去最后一间屋子。你好，请问有人吗？你们好呀，请问是来找谁的？小朋友，你好呀，请问你家大人在家吗？爸爸去上工了。那妈妈呢？家里只有我和爸爸。哦，不好意思。不用道歉呀，姐姐，你们是警察，对不对？哎，为什么这么想？我一直在等着你们呢。书上说，报警之后就会有警察上门收集证据，所以我这一整天都在等你们。难道昨天晚上给治安维护所打电话的就是？就是我呀。原来是这样啊。我们不是警察，但我们是警察的同伴，来自一个叫做天命的组织。啊，我知道天命，就是那个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对吧？那不就也是警察吗？或许可以这么说吧，至少现在我们正在维护长空市的和平，所以我们希望能借助每个人的力量。可以把你昨天晚上看到的事情告诉我们吗？当然可以了，为了这一刻，我已经练习了好久了。昨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边看书边等爸爸回家。爸爸在建材厂工作，因为城里很多地方都被坏人团体袭击了，
所以爸爸每天晚上都和其他叔叔一起巡逻，回来的非常晚。一般来说，我坚持到晚上11点左右，就会开始犯困了，所以从来没有成功等到他回来过。我懂的，每次我熬夜念书也都会变成这样。但是昨晚不一样，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嗡嗡嗡的声音，把我吵醒了。我从窗口探头往外看，发现街上来了一伙披着斗篷的人，他们从一辆卡车上跳下来，挨个从我家门口走过，直奔街尾的一间仓库去了，动作非常轻。我看见他们走到仓库门前，却没有拿钥匙，也不敲门，而是直接用一个奇怪的工具在门上开了个大洞。我想，那一定就是爸爸说的坏人团体吧，所以我马上给警察打了电话。可是他们一开始不相信我说的话，我解释了半天，他们才答应派人过来看看。是因为报警人是小孩子，他们就大意了吗？怎么能这样？也太不靠谱了。那后来发生了什么？后来，在警察过来之前，那些人就离开了，外面也安静下来了。结果，我就一不小心睡着了，在醒来的时候就已经是白天了。警察姐姐们，你们抓到那些人了吗？我们很快会抓到他们的，你不用太担心哦。真的吗？当然啦，你看，我们不是已经在这里展开调查了吗？这孩子是无貌者的目击者，在这里引导他一下，或许能问出更多重要的情报。你说他们朝着街尾的仓库去了，那里平常存放着什么东西啊？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有位老人住在那里面，他从来不和人打交道，所以大家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做些什么。街对面的老伯伯还总是跟大家抱怨这件事呢。原来是那个老伯伯提到过的仓库啊。警察姐姐还有什么要问的吗？这孩子是无貌者的目击者，在这里引导他一下，或许能问出更多重要的情报。那个吵醒你的嗡嗡嗡的声音，你觉得是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只是时不时能听到那个声音，虽然不是很大声，但断断续续的一直响着，像蚊子一样，还是很吵。以往如果有这种让人不舒服的动静，隔壁爱喝酒的叔叔肯定要大声骂人了。不过昨天晚上他那边倒是非常安静。你以前有听到过类似的声音吗？这么说起来，去爸爸的工厂参观的时候，我好像也听到过类似的声音，只是那时候和爸爸抱怨，他还不相信我。爸爸听不到的声音，该不会是爱因斯坦博士说过的？对了，小空，你还随身带着马克兔吗？马克兔吗？我确实还一直带着它。怎么了？能请你把它拿出来吗？对，跟这个声音有点像，嗡嗡嗡的感觉是一样的。难道它指的是马克兔发出的声音吗？倒不是马克兔本身啦，我想他听到的应该是机器运行时部件发出的高频振动声吧。爱因斯坦博士说，老式显像管里的电磁线圈就会发出类似的声音。我想起来了，小时候家里收藏的一些古董机械也会发出这种声音。高频率的声音很难被人耳捕捉到，大部分成年人都听不见这种声音。这孩子应该属于对高频声音比较敏感的类型，才能听得如此清晰。马克兔身上的一些部件也款式比较经典，
所以才会发出类似的声音吧。但是无帽者使用的设备不都是？为什么也会有这种声音？警察姐姐还有什么要问的吗？这孩子是无帽者的目击者，在这里引导他一下，或许能问出更多重要的情报。除了披着斗篷以外，那些人身上还有什么特征吗？我想想。啊，对了，有件事情非常吓人。吓人？是这样的，那些披着斗篷的人在门上开洞以后，有一个看上去像是头领的人指挥他们一个一个进屋，他自己就站在卡车边上等着。这时候我发现那个头领站的位置刚好就在卡车的后视镜下面，从我的角度透过那面后视镜可以看见斗篷下面的脸，所以我就看了一眼。然后呢？我发现斗篷下面根本就没有脸。没有脸？那是什么意思？就是黑漆漆的一片，完全看不见他的脸，连眼睛都看不出来。然后呢？你还有看到其他什么吗？没有了。我刚看了一眼，他就突然举起手，一拳打在了那面后视镜上，镜子碎掉了，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该不会发现你在偷看了？应该没有吧，因为他砸碎镜子后没有回头，而是抱着脑袋蹲在地上，好像不太舒服的样子。这举动听上去更诡异了。该不会又让我撞见幽灵了吧？别紧张，苏莎娜，会变成这样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们先把这件事记下来吧。可是希儿，你的脸色也很不妙呢。警察姐姐还有什么要问的吗？这孩子是无帽者的目击者，在这里引导他一下，或许能问出更多重要的情报。这些情报已经很充分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解决无帽者引发的事件。到时候，你的爸爸也能早早回家陪你哦。辛苦警察姐姐们啦。总算问到一些跟案件有关的情报了。希儿姐姐似乎一直在思考的样子，是注意到了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吗？我也不是很确定，总觉得刚刚问到的事情里存在一些细微的矛盾，但是又没办法一下子想明白。总之，接下来我们就去现场勘察一下吧。结合大家的证词，案发现场应该就在北边这条街的尽头。有了！哇，好大的一间仓库啊！而且门上真的有个洞。但出于礼貌，还是先敲门吧。你好，有人在里面吗？打扰了。门没锁。仓库的主人好像不在呢。怎么办，希儿姐姐？我们要在门口等他回来吗？不，还是先进屋调查一下吧。
仓库的主人可能遭遇了什么意外情况，我们得快点找到他。没事吧，苏莎娜小姐？没事，只是一下踩空了。这里有个台阶，房间里也乱得无处下脚，希儿姐姐也要小心呢。苏莎娜姐姐，我们没碰坏什么证物吧？哼，小空关心的不是我，而是证物吗？没事的，别看我这样子，因为平常总是摔倒，已经习惯控制下落的姿势了，所以绝对没有压坏什么东西。哎，这是什么？红色的球？这不像一个完整的部件呢，更像是什么东西被弄坏后掉下来的。不要盯着我看呀，小空，我刚刚真的没有撞到任何东西，至少没有感觉。如果苏莎娜真的碰坏了什么零件，我们应该会听到咔嚓之类的声响，可是刚才什么声音也没有。我想它可能是这个仓库里本来就有的东西，可是这东西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不好说呢，先把它当作证物收起来吧。这座仓库里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们抓紧调查一下四周吧。苏莎娜，小空。小空，能过来帮忙看一下吗？怎么了，希儿姐姐？这个商标是来自长空市的企业吗？总觉得有些眼熟，但是又记不太清楚了。马克兔，你能回忆起来吗？给我们一点时间吧，希儿姐姐，马克兔应该能回想起来的。拜托了，小空。这个是……看起来，这里的主人在偷偷摸摸地搬运某种货物，只是这个康、新和寿又是什么？这一大堆杂物，难以想象只有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啊。虽然整个仓库刚刚遭遇抢劫，但从生活用品和货物被混在一起摆放来看，这份杂乱应该不只是无貌者的功劳。大概这里的主人原本就不怎么收拾房间吧。苏莎娜，你手里的是？啊，这个呀，这个我管它叫生物线索分析仪。
总之是可以用来分析案发现场留下的生物证据的仪器。那在这里可以提取物证表面的指纹，还可以检测是否有体液、毛发之类的残留，然后连接到外部的生物信息数据库里。如果犯人留下了自己的基因信息，很快就能通过对比来锁定目标。也就是说，如果无冒者成员的基因信息也在数据库里有备份的话，就能弄清楚他们的身份了。如果顺利的话。只是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任何人成功提取到过他们留下的基因信息。不过没关系，这次我可是会对这里进行地毯式搜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等着看我的成果吧，希儿。加油啊，苏珊娜。有什么收获吗，小空？我让马克兔帮忙测量了仓库的体积，还确认了它的基本构造。基本构造？这种秘密基地一样的地方，不是总会有像密道、暗门那样的设计吗？我就想确认一下，这里是不是也有？那结果如何呢？这间仓库只有一扇正门，还有一个很小的通风口而已，连马克兔都钻不过去。这里的主人大概用了1/5的空间堆放自己的私人生活物品，3/5的空间用来堆放货物。至于剩下的部分，实在是太乱了，就连马克兔都没办法把它们扫描清楚。不过，至少可以确认一件事：从地面上留下的印记看，曾经有大量货物被摆放在这里，但它们现在全都不见了，只剩下了这几个空箱子。我明白了，辛苦你了，小空。这些空箱子也只是全部货物的一部分吗？之前这里到底囤积了什么东西呢？暂时就调查到这里吧。怎么了，苏珊娜？抱歉，希儿，我已经把仓库的每一面墙、每一块地都擦了一遍，就连垃圾桶也翻过了，但真的连一根头发也没找到，只找到一些指纹。鉴定后还发现是同一个人的。是谁的指纹？已经发送给数据库了，快的话马上就能对比出来。但是理论上说，这应该是仓库主人自己的指纹吧？也是啊。为什么无冒者能做到一点线索也不留下呢？该不会他们真的是什么怪物吧？苏珊娜姐姐不要迷信呀，世界上才没有什么鬼怪呢。我们在长空室住了那么久，也只是见过死士和崩坏兽而已。如今大崩坏也结束了，假设还有未知生物存在，最多也就是被囚禁在地下室的死士，或者变异崩坏兽之类的吧。你说的这些，一般来说就叫做怪物啊。希儿姐姐，马克兔这边的分析也有结果了。那些箱子上的商标，属于一个叫做新城医药的集团。新城医药？我只知道那是长空市本地的一家医药企业，在市区曾有很多分部，但大部分都在当年的灾害中被摧毁了。如今应该只剩下一个支部还在运转着。不过我还让马克兔检查了散落的其他纸箱，发现只有希儿姐姐给我的部分能对得上新城医药的商标，其他箱子上的商标会有不同的形状，而且有好几种。因为大部分都已经破破烂烂的了，没办法确认完整的商标是什么，但可以肯定那些箱子应该是来自各种不同企业的。
没问题的，希儿，你一定能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谁？该死！苏珊娜，没事，只是绊了一跤而已。我们快追希儿。好，那小空留在这里，等我们回来。不愧是天命的女武神，这也太快了。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跑？刚刚你是在偷看我们吗？我非得回答你不可吗？对不起，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调查。不介意的话，我们回刚才的仓库聊一会儿吧。你们回来了，这个人是……我们还不知道，希望他能自己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虽然我们强行把你带了过来，但现在你必须配合我们。能回答我的问题吗？你是长空市的居民吗？平时做什么工作？来这里有什么特殊的目的？我非得回答你们不可吗？就算是天命的女武神，也不能对无辜者刑讯逼供吧？我可是个手无寸铁的一般市民呐！要是让人知道我被3个天命女武神抓到小仓库里，那些三流小报可又要吵翻天了。我说你……没关系，苏珊娜。既然他这样说，我们就让他哑口无言便好。毕竟我们可以确定，你一直在跟踪我们，妨碍我们的行动。啊？凭什么这么说？你有证据吗？当然有，就是你的这副长相。我的长相？我长得怎么了？相由心生，你长得就很像那种电视剧里的叛徒。不行，这种理由可算不上证据。当然，天命并不会以貌取人，真正的证据就是你的声音。希儿姐姐，你以前听到过她的声音吗？不，仔细想想，好像并没有。抱歉，是我搞错了。我想说的是，就是你的称呼。称呼？严格来说，是你对我们的称呼。为什么你会叫我们天命的女武神？从刚才到现在，我们一次也没有对你表明过身份吧？对啊，为什么你会知道我们是天命的人？对了，我是看你们的模样猜的。我以前也见过几次天命的女武神，他们的制服看起来都和你差不多。那你就错得更厉害了。因为在场的人当中，只有苏莎娜是天命的正规女武神，小空是外援，而我也还不过是一个刚刚加入对崩坏小队的预备女武神罢了。而以今天的装扮为前提，我们甚至没有一个人穿着女武神的制服。你其实一路跟踪了我们，偷听到我们和附近居民的对话了吧？所以才会觉得我们都是天命的女武神。好吧，其实刚才都是我随口说的，我只是猜测你们是天命的女武神，然后刚好猜中了而已嘛。你为什么还要狡辩呢？想让自己更下不来台吗？
哼，就算我在这附近闲逛，然后刚好听到了你们几个的谈话内容，这也不算犯罪吧？总不至于因为这个就要拘留我吧？不，你当然不只偷听了我们的谈话内容，你根本就是我们正在调查事件的相关人物。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真实身份应该就是……正所谓，凶手总会返回现场，你就是无貌者的成员。别血口喷人啊！你有证据吗？证据，就是……不对啊，希儿，那个小妹妹目击到的无貌者都是披着斗篷的，跟这个人好像对不上号啊。的确，虽然这个人很可疑，但他跟无貌者应该没有直接的关联。抱歉，是我搞错了，我想说的其实是……你就是星城医药的研究员。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在这座仓库里发现了本应属于星城医药的纸箱。不对吧，希儿姐姐？仓库里不只有星城医药的箱子，而且这些箱子也和这个人没什么关系啊。哼，天命的人就只会胡说八道嘛。冷静一点，希儿。你就是这间仓库的主人。哎，果然就是他吗？之前我听说，仓库的主人是一位老年男性，在基本条件上与你相近，而你会在这个时间来查看仓库，比起昨晚刚刚犯案的无貌者，更可能的身份还是仓库的主人。当然，最重要的是，你显然对这间仓库非常熟悉，那个绊倒苏莎那2次的台阶，你都熟练地跨过了。在这一片狼藉、无处下脚的仓库里，你又能用最快的速度找到座椅。确实，仔细一想，他刚才的动作自然的就像是回了自己家一样。是啊，毕竟这就是他自己的家，对吧？这也不能说明问题吧？只能说我这个人比较敏捷，走起路来灵活。怎么，不行啊？走路不摔跤还奇了怪了吗？不只是这一点，我还能从其他地方确认你是仓库的主人，那就是你的声音。我们之前没有听过仓库主人的声音吧？确实，答案应该不是声音。再好好思考一下，那就是你的称呼。又来？从他的称呼里还能看出别的事吗？不太行。再好好思考一下，那就是你的长相，确切的说，是你的发型。苏莎娜，还记得你在仓库里的调查结果吗？你说，在整个仓库里没有找到一根头发。是啊，看来无貌者的行动真的很周全啊，居然一根头发也没有给我们留下。重点不在这里，就算无貌者真的谨小慎微到不会留下一根头发，但住在仓库里的仓库主人，他应该会自然掉落一些头发吧？除非他……原来如此，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头发。对不起，其实还是有一点鬓发的。当然，这也算不上严密的证明。不过苏莎娜还采集到一套指纹了，对吧？那想必就是仓库主人的指纹了。对哦，
结果应该差不多也出来了，我看看。有了，指纹对应的人物档案。这张照片真的就是这个人。哎呀，行了行了，我承认这里是我家，总可以了吧？那是又怎么样？我可是被吴茂哲抢劫了呀，是受害者，你们为什么反倒针对起我来了？还有，未经我允许就私自进入我家，这也不合规吧？快走快走，别再待在这里了。确实，我们无权擅自搜查一般市民的住宅，但是，如果你不是一般市民呢？希儿姐姐，这是什么意思？一开始，我听说只有目击到现场的小女孩报警时，我觉得有些紧张，因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抢劫案发生之后，除了目击者，还有一方更不会保持沉默，那就是受害者。可是被抢劫的仓库主人却没有报警，所以我担心，也许他遭到了绑架，或者陷入了其他危险。但如今你却好好的出现在了这里，这就说明你并没有遭遇什么意外，而是主动选择了放弃报警。我那是……对了，我不知道我的仓库被抢劫了，所以我才没有报警，这总行了吧？可是你刚才进屋的时候明明一点也不吃惊，而且总行了又是什么意思？你连吴茂哲这个名字都准确的说出来了，你一定亲眼见到了抢劫现场。不过，为什么他明明被抢劫了，还要保持沉默呢？难道说……那恐怕和他丢失的货物有关。实话实说吧，你被抢走的货物到底是什么？我没丢什么东西。喂，你这样狡辩有必要吗？真的，我什么也没丢。吴茂哲进屋发现我这么穷，都没招了。怎么可能？那你怎么解释？这边有这么大一块空间？这间仓库本来就是空的，我乐意。那这些空的纸板箱呢？我爱捡废纸箱，你管得着吗？不，我可以确定，这里确实曾经存在过货物。证据就是……马克兔。马克兔的双眼已经看穿了全部的真相。希儿姐姐，但是马克兔还什么也没说呢。本以为可以虚张声势一下，但似乎没有吓到他。不对，我在干什么呀？抱歉，是我搞错了。我想说的其实是，证据就是这个球，它就是你储存的货物。这个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是……看上去很像小时候玩过的弹力球，但这几年都买不到了。我懂了，你其实是囤积弹力球的投机商贩吧？不对，应该不是这样的。抱歉，是我搞错了。我想说的其实是，证据就在这里。你们居然擅自……这份笔记上可是明确写出来了，2箱待售，需冷冻。这不就是你曾经囤积货物的证明吗？那不是……对了，那都是以前的笔记了，时间也记得清清楚楚呢。那是……不对，是这样的，那只是收货记录而已。那些货物我后来都卖掉了，所以我昨晚什么东西也没有丢。你们不需要继续调查了。真的吗？卖到了哪里呢？我可以让苏莎娜追查一下哦。
卖到其他市去了。总之就是外地，这总可以了吧？你们是查不到的，还是休息一下吧，好不好？天命的大人们也都很忙吧，没必要那么上心我这点小事了。不，我们必须查清楚，哪怕是再小的事情，把它查清也是我们的职责。这位先生，你还是在说谎。就算你说把货物卖到了外地，我也能查清楚他们的真实去向。因为天命分布在各地的人手，马上就能查清全部的货物流向。虽然我很想这么说，但是现在天命的人手正严重不足啊。果然，这里还是只能凭借我们自己的力量了。这个人在说谎，而漏洞就是因为我们可以依靠临时治安维护所查清每一笔交易记录。希儿，临时治安维护所的权限只限于长空室室内啊，更大范围的搜查就……的确，靠他们是行不通的。我应该找到更本质的问题。因为无貌者。无貌者？你还记得我今天早上是如何与你会合的吗，苏莎娜？当然记得啦，没能亲眼目睹希尔的精彩表现，我到现在还耿耿于怀呢。你一个人击溃了无貌者的机甲封锁线，没错，直到今天早上为止，长空室还被无貌者的机甲封锁着呢。昨晚袭击发生的时候，你不可能把货物卖出长空室，所以请不要再撒谎了。这里的货物的确就是被无貌者给抢去了。我不过，为什么这个人明明被抢了东西，还不肯说实话呢？恐怕是因为他丢失的东西也是不好的东西吧？没错，恐怕他在仓库里囤积的，就是从大崩坏后废弃的各大公司仓库里偷来的货物，就像星城医药那样。所以他才不敢报案，因为一旦无貌者被抓，他自己的罪行也会被公之于众。证据就是这个球。这个小球其实是义眼吧？你专门盗窃医药公司仓库里留下的医疗用品，然后计划卖给黑市，没想到在出手前被无貌者整了一出黑吃黑，是不是这样？这样就至少查清了一件事。接下来请你跟我们回去吧。关于无貌者，我们还有好多事要请教你这位目击。等一下，这是……怎么了，苏莎娜？我设置的陷阱有反应了，有什么人闯进了我们的安全屋。这些机甲是在阻拦我们回去吗？总之，先解决掉他们。似乎暂时不会再涌出来了。我们快回安全屋看看吧。
门都被撬开了，这些人好粗暴啊！幸亏我出门之前把贵重物品都带上了，女武神规范手册、紧急发信器，还有我的手机。果然，这里也被洗劫一空了。苏莎娜，我记得你说过，这里也是临时治安维护所出借给你的，它原本是用来做什么的？是原长空市警局的检材室，在长空市的崩坏发生后就荒废了。我那台生物证据分析仪也是从这里拿的。说到这个，对了，该不会存放生物信息的数据库也被毁掉了吧？我去检查一下。好，那我也用这段时间调查一下这里。说到底，无貌者为什么要袭击这里呢？财物被翻乱了，但好像没什么损失。看上去比较值钱的设备都还好好的，看来他们的目的至少不是金钱。啊？这究竟是……这是……这个是仿生一只，吊在门边。应该是无貌者的成员被苏莎娜准备的陷阱给，但为什么是仿生一只呢？果然。怎么了，苏莎娜？我去安全屋后面的储藏室看了一下，存放生物信息的数据库被破坏了，样本和器械也都被带走了。现在我们手里只剩下这台分析仪了。接下来，就算提取到无貌者成员的指纹或者毛发，也没办法确认他们的身份了。等等，所以这才是他们的目的。可如果是这样……小空，你回来了。那个占据仓库的小偷已经被移交给警察了。然后我听说这里的战斗也结束了，就来和你们会合了。怎么样，希儿姐姐，有捉到无貌者的成员吗？让他们逃掉了，不如说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留下来和我们作战。也就是说，他们来这里也是抢东西吗？这么说来，还是不行。线索大概就只有这些了。这次也没有在现场找到任何不属于我们的指纹或者毛发，虽然现在就算找到也很难对比了，不会留下任何线索。这就是无貌者的作风吗？可是希儿姐姐不是发现了他们留下的一只吗？这样看，无貌者也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怪物，甚至还会受伤呢。不管是在进入长空室的时候，还是刚才和无貌者战斗的时候，我都没有感觉到太强的压迫感。那只是因为希儿很强吧？这不只是战斗力上的感想，我总觉得他们的行动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周密，
甚至可以说有不少可以被我们抓住的漏洞。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又始终没办法捕获他们的具体行踪或者身份呢？不过，希儿姐姐，至少我们现在不是在原地踏步。那间仓库的主人在审讯室里已经交代了，和希儿姐姐说的一样，这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在大崩坏后被摧毁的制药公司厂房里偷取医用器械和药品，准备卖给黑市。之所以专门针对医疗用品，除了他自己有一些从业经验外，也因为他觉得现在大崩坏刚刚结束，医药品属于硬通货。世界上真的会有这种能从别人的不幸里看到商机的人呢？捕食猎物，吸收营养，是动物的天性。这是以前我的老师教给我的。不过老师也说过，我们之所以是人类而不是动物，就是因为我们不只有天性，还有人性。他的老师很擅长教孩子呢。不过我怎么记得……总之，有了他的证词，要确认赃物的流向就更简单了。接下来警方也会顺藤摸瓜，继续展开调查。可是之前的袭击事件里被抢走的赃物都还在无帽者那里吧，就像是羊入了虎口一样。赃物，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太协调。目前得到的情报似乎彼此之间都有着隐隐约约的关联，但是我却还没有把它们转化成一个固定的结论。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像是大家常说的那样，找到一个思维盲点，或者换一个视角。不，现在的我一个人也能做到，和敌人的战斗也好，思考对策也好，我应该能得出我自己的答案。小空，苏珊娜，我有想法了。其实我们已经非常接近无帽者的真面目了。真的吗？苏珊娜，你还记得无帽者第一次在长空室出现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吗？我记得他们好像袭击了长空室的一间废弃化工厂。没错，事实上从那时候算起，在他们袭击的目标之间都存在一种共性，那就是不对，不是这样的。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应该是不对，不是这样的。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应该是所有袭击的目标都和医疗技术有关。化工厂是制药公司的下游单位，昨晚被袭击的仓库也是存放偷来的医疗用品的地方。另外，我们在居民区里遇到的那个喝醉酒的人，他被抢劫的也是一间药房。至于刚才被抢劫的安全屋，恐怕他们的目的也不在于生物数据库，而是想拿走那些样本和器械。原来是这样嘛！我还以为他们肯定是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特意来销毁生物数据库。仔细一想，他们根本就没有被我们提取到指纹或者毛发，没必要特意来袭击数据库啊。而且我怀疑，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里是我们的安全屋。所以，无帽者的目标也和那个仓库的主人一样吗？他们也想倒卖医疗用品，在黑市上卖个大价钱？恐怕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他们和世界蛇有某种关联，甚至直到世界蛇已经覆灭的现在，还能驱动那么多机甲进行战斗。我想，至少在金钱方面，
无冒者应该没有什么烦恼。而且，警察们不是至今也没有追回任何赃物吗？在市面上流通的货物，即使是黑市，也肯定会留下痕迹。希儿姐姐的意思是，那些赃物都被无冒者自己留下了？可是，他们为什么会需要那么大量的医疗器械呢？总不会是因为他们有很多人生病了吧？不，我想，无冒者的成员们都是不会生病的。说到底，其实无冒者的真实身份就是……虽然他们持有世界蛇的机甲，但仅凭这点不能说明问题。世界蛇的成员多数是人类信徒或者理型，但无冒者留下的特征和他们对不上。他们的真实身份应该是……说到底，其实无冒者的真实身份就是……目前来看，死侍不具备策划这么周密计划的能力，但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和无冒者倒是有共同之处。所以无冒者其实应该是……说到底，其实无冒者的真实身份就是……之前调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些违和的地方了。无冒者从来不会被人目击到脸，也从来不会留下任何指纹、体液或者毛发，但是他们在行动的时候，行事作风看起来又不是很谨慎。他们可能会被小孩子目击到行动过程，也可能被迫和赶来的我们交火。他们的行动给我一种矛盾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人做出了极其周密的计划，但却没有能力把计划的每一部分落到实处。打个比方说，无冒者组织有一个灵活的头脑，但身体的协调性却不足以支撑他们做出复杂的动作。他们就像一个个提线木偶，只能蹒跚地前进。这样看来，无冒者不会留下生物学证据，也不会被人目击到脸，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行动非常隐秘，而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被人目击到脸，没有办法留下生物学证据。难道说……另一个旁证就是我们在现场找到的这节义肢，恐怕它的主人并不是只有这一部分身体是仿生义肢，而是全身都由同样的结构组成。无冒者就是一个由低端仿生人组成的团体，所以即使有人看到了那斗篷下的面部，也只能看到一片模糊。成年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自己只是没有看清对方的脸。孩童如实道出了真相，却无法被其他人采信，甚至他们就是为了隐瞒身份，才会人人都披着斗篷吧。只要给假人披上人类的衣服，大家就会下意识地把他们当成同类了。所以，无冒者是一个以抢夺医疗器械为目标而行动的仿生人组织。奇怪，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仿生人也需要使用医疗器械吗？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但至少只要知道了目标，我们就有办法预测他们的下一步行动了。不是预测，接下来我们要掌控他们的行动。
如果我记得没错，那是西奥拉基金会名下的孤儿院吧？我之前在天命论坛里看过一个很火的讨论帖，帖子里说西奥拉基金会的创办人其实是位传奇杀手，他心狠手辣，行事低调，关系网横贯整个北半球，连地方政要都要让他3分，也因此得了个独眼之主的代号。独眼之主一生做过无数恶事，却在大限将至前把自己毕生积蓄捐出，只为了实现小时候的梦想。想不到小空居然是那里出来的孩子。苏珊娜姐姐，你刚刚说的事情我都不太明白，难道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人也造了许多所西奥拉之家吗？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是老师出资建造的第一所西奥拉之家，老师的代号也没有独眼之主那么奇怪，只是叫渡鸦而已。说起来，要不是老师，我还没办法认识希儿姐姐呢。确实，他是一位很不错的老师。如果没有他，也就没有小空与我相遇的那次奇妙冒险了。网络上的东西果然不能随意轻信。对不起啊，小空，当着你的面说了这么多奇怪的话。没关系，老师说他过去的确做了许多无法被受害者原谅的事，所以他不在乎其他人的评价，只在乎我们怎么看他。他全都告诉你们了？老师，他只单独找到了我，和我说了大家从前问过很多次，可他一次也没有回答的问题，比如他的过去，他现在在做什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说这些事的时候，老师每讲一会儿就要沉默好久，然后摸摸鼻子，整理头发，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我能感觉到老师藏了好多好多话想和我说，可他说出来的却总是只有几句。那样紧张的老师我从来没有见过，我想他大概很害怕我会因为他的过去而讨厌他吧。可能是我还没有长大，老师说的那些事，我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会变成那样。但我知道，除了我们自己，老师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所以我也想像老师那样，先让自己独立起来，在帮助身边人的同时，慢慢寻找未来的道路。看来这就是我们特别助手的行动宣言呢。因为有你在，我们的任务进展比平常要顺利许多啊。真的吗？我会继续努力的。我们也会加油的。不过这么说，我们待会儿是不是能亲眼见到小空的老师啊？毕竟我们的目的地是他经营的产业嘛。虽然我也很希望这样，但西奥拉之家建成后，老师和我说，他还有作为宝石条件的工作必须完成，就离开了长空市。那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关于这件事，那就是我和老师之间的秘密啦。
大家走这边，小心地上的杂物。谢谢提醒，我刚刚差点就被绊倒了。不过小空真厉害啊，这又是一条地图上根本不会显示的小路，可你总能把我们带到目的地。我刚潜入长空室的时候，走哪儿都小心翼翼，生怕角落里突然窜出一群装备精良的不法分子。多亏灰蛇叔叔之前帮我改造过马克兔，不然我也不敢在长空室单独行动呢。单独？小空，难道你……我没有一直住在西奥拉之家，上一次回去还是2周前呢。2周？长空室的情况不太好，老师又不在，作为年长的孩子，我得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希儿姐姐别担心，我能照顾好自己。就算你这么说，可如果……总之，我们还是加快脚步吧，不然可就赶不上西奥拉之家的门禁时间了。这次的事件得尽快解决才行。这也太大了吧！将鸟儿们小小的巢变成每个人都能回去的家，这就是老师一直想做、一直在做的事。至于之前因为大崩坏沉没的西奥拉之岛，老师说等他下次回来，一定能想出可以落实的第2版方案。毕竟人类已经战胜崩坏了嘛。你说的对。希儿好像在憋笑，难道他发现我们了？我早就说了，我们应该等他们进来再突然出现的。现在不像是准备惊喜，倒像是在有意偷听。那我们还是赶紧出去吧，而且我也快被孩子们压得喘不过气了。好久不见，希儿。罗萨莉亚、莉莉亚，你们怎么在这里？我们可是给老师带来欢笑声的孩子们，除了这里，还有其他更适合我们的地方吗？笨蛋罗萨莉亚，你说反了，我们才是老师，还是正在西奥拉基金会旗下孤儿院旅行的。巡游老师是巡游老师。好的，我明白了。那个，总觉得时间也不早了，不如我负责把孩子们带回房间，你们找地方叙叙旧怎么样？苏珊娜姐姐，我和你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见他们了。好呀好呀，有小空在，干什么都很安心。既然这样，那就拜托你们了。不过别忘了，今晚我们还要跟2位博士汇报一下调查到的信息。放心，我可没忘哦，等会儿我就来找你。果然还是安静的地方更适合我。莉莉亚，这是危险发言啊！巡游老师怎么能说这种话呢？更何况我们伏特加女还不是马上就要出道了吗？万一出道后被人挖出刚刚说过的话，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出道？罗萨莉亚又说胡话了。我们不是马上就要出道，只是做好了出道的准备而已。声乐课、舞蹈课、文化课，我们在巡游期间都没落下，每天也有认真做作业。还有怎样才能成为世界第一偶像的问题，我们也向德……嘘，莉莉亚，我们答应了德丽莎，这件事是不能说的。总之，我和罗萨莉亚已经报名参加了选秀比赛，再过几个月，希儿就能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表演了。好呀，到那时，我一定会喊上我们所有的朋友帮你们投票。不过，一边照顾孤儿院的孩子，一边还要坚持上课，一定很辛苦吧？
老实说是有点累了，可现在的大家不都在为了什么而努力吗？小空是这样，苏莎娜是这样，希儿也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只把成为偶像挂在嘴边，只把它当成过家家，而不去做出任何改变的话，我以最舒服的姿势趴上桌面，又把头偏向窗外。课桌散发出木质的醇香，不甚分明的朗读声划过我的耳朵。我让身心侵入安逸的空气，很快闭上了眼。整节课我没有一次翻身，连口水从嘴角滑下，打湿了课本都无所察觉。直到下课铃响，阳光晃眼的瞬间，我才忽然意识到，我们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吗？罗萨莉亚，果然希儿也是这个表情呢。所以那天晚上，罗萨莉亚拉着我找到了德丽莎。除了不想变成咸鱼，你们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吗？如果有理有据，我不是不可以考虑答应。我们当然有别的理由，比如为了每天都能吃到蛋糕上的樱桃，为了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为了让所有人展露笑容，也为了之前在梦中听到的话。笨蛋罗萨莉亚，你那时候是醒着的。我们说的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正在月球上工作的奇安娜姐姐。如果她打开电视就能看到我们，以及作为后援团的你们，一定会很开心吧？没错，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话，是不是很适合作为伏特加女孩的参赛宣言呢？不行不行，莉莉亚，你快点重复一遍，我要拿笔记下来。当着摄像机的面说这些，你不会害羞吗？不管怎么说，至少在让大家展露笑容这一点上，罗萨莉亚和莉莉亚已经做到了。嘿嘿，被希尔这样夸奖，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罗萨莉亚不好意思的点也太独特了吧。莉莉亚，你现在是不是该睡觉了？别担心，为了今晚的重逢，莉莉亚一整个早上都在睡大觉呢。我还让小空别告诉你这件事，就是想给你一个大惊喜。我现在一点儿也不困。可是莉莉亚，我有点困了。希儿这就困了吗？是呀，在可可利亚孤儿院的时候，希儿每天都会和布罗尼亚说话，说到很晚呢。我记得有一次，你们还被可可利亚妈妈抓了个正着，和去厨房偷吃东西的罗萨莉亚一起挨了批评。好像还有一次，是希儿和布罗尼亚。那时和现在肯定不一样了。我今天在外面忙了一天，明天也还要继续追查犯人呢。说到这个，你们之后的巡游要多加小心呀。我也先去休息了，罗萨莉亚、莉莉亚，晚安。莉莉亚，我们刚刚好像还没有告诉希尔宿舍区在哪里。没关系，希尔很聪明，他一定
天啊！睡着了呢。哼哼，身为姐姐，我就不计较你刚刚说我挨批评的那些事啦。晚安，莉莉亚。真是的，我居然什么都没问，就急匆匆的跑出来了。苏莎娜和小空，他们应该还在照顾孩子。那就先问问那边的工作人员好了。你好，请问宿舍区该怎么走？看到喷泉后面的铁门了吗？在那道门前进行一次人脸识别，门开之后就可以进入宿舍区了。不过现在恰好是识别系统维护升级的时段，大概还有15分钟才能结束吧。你要是急，我可以催催克拉伦斯。不麻烦你，我就在这里转转好了。克拉伦斯，说起来，在月球上的时候，但也可能只是重名的人。你是新来的孩子吗？我是来借住一晚的。你认识空吗？我是他的朋友。什么？空姐回来了？虽然在捉迷藏时突然跑掉不好，但那可是空姐。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漂亮的大姐姐，我先走啦。不客气。你听说了吗？空姐现在已经是长空市小有名气的侦探了。她今天还带了2个助手。可空姐上个月不是还在给警察局帮忙吗？空姐一拳就能揍翻月球上的怪物，连西奥拉之家的剑手都参与了，想干啥不行？虽然有一点夸张的成分，但小空似乎已经成为孩子们的偶像了呢。哎呀，已经快要到洗漱上床的时间了，再不回去要被老师骂了。糟糕，我们快回去吧。晚上好。你是……哦，是柔萨利亚他们提到的今晚要在这里借宿的人吧？是的，给你们添麻烦了。不会，这里的孩子都很喜欢她们姐妹俩，他们的客人我们是再欢迎不过了。唉，他好像有点心神不宁。那个，请问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啊，不，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现在已经快到孩子们上床睡觉的时间了，可还有一个孩子不知道跑去哪里了。请别担心，这是常有的事情。孩子们还都是贪玩的年纪，刚刚他们还在这里扎堆玩捉迷藏，那孩子肯定是藏起来了，却一直没被找到。那我帮你一起找找吧，正好我还在等门禁升级。那就麻烦你了，我在这附近再找找，要是看到那孩子，就请把他带来我这里吧。明白了，我这就去帮你找。他一定就是那位老师正在寻找的孩子吧？好，先跟他打个招呼吧，得注意不要惊吓到他。又是这个裂痕，好奇怪的感觉，我究竟……这里是哪里？西奥拉之家？不对，意识，精神很难集中，得找到那个孩子才行。是他。
小妹妹，不能待在这种地方，快跟我回老师那里去吧。这些怪物是……小妹妹，快躲到我身后来，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救出去！希儿，希儿，希儿，喂，能听见我的声音吗？哎，苏莎娜，我刚刚……你刚才的样子好奇怪，呆呆的站着，我叫了你好几声都没有反应。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困了吧？也难怪，今天忙了一天的任务，我也快累散架了。我刚刚……对了，我是来帮一位老师去找没有准时回去睡觉的孩子。你是说刚刚躲在那边角落的孩子吗？他已经回去了，就在你愣神的时候。是吗？可刚才的景象究竟是我因为劳累产生的幻觉？不对，我绝对没有这么困倦。在弄清楚之前，还是先不要告诉苏莎娜吧，免得让她担心。看来我们确实该休息了，不过还得先跟博士他们取得联系。好呀，我也刚和孩子们聊完呢，那边的门就是通往宿舍楼的入口了，这里的负责人给我们安排了房间，我们去那里汇报吧。听说大门的识别系统正在维护，大概还要10分钟才能完成升级。原来如此。对了，那我就用这10分钟讲讲有趣的故事吧。我和孩子们聊天时听到了好多不得了的事，比如他们中有个男孩自己造了台比成年人还高的机甲，那机甲不仅能变形，居然还会说话。就算那个男孩不在，他也会很自觉地到处巡逻，跟孩子们讲故事、玩游戏、监督做作业什么的。刚才那个人提到的克拉伦斯，该不会就是……被吓到了吧？这还没完呢。那个男孩前不久从他的秘密基地回来，又操纵机甲在长空市各处搜集了好多材料，说是要造自己的狙击枪，将来报考专门培养特战队员的学校。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连过马路都不敢一个人，可他这么小就明确了自己的梦想和未来，也太酷了。是啊，确实很酷。刚好德丽莎也有创办预备学校的想法，说不定那个男孩会是第一波入学的学生。不过学校的老师应该不会允许他带机甲来上学吧？虽然我也很想见识见识。如果只是送他上学的程度，应该还好。毕竟那位会说话的机甲叔叔会努力满足孩子的所有心愿呢。已经到这个时间了吗？不过，这也证明了这一天有多么充实。希望博士他们能从我们收集的情报里分析出有用的线索。他应该还没睡吧？喂，我听到了，希儿。布罗尼亚姐姐，我有打扰到你吗？怎么会呢？倒不如说是因为希儿的电话，我才发现自己又在工位上坐了2个小时。
时候换换心情了。重装小兔，这边的检索也拜托你。布洛尼亚姐姐真是的，都忘了小兔已经被我借走了。没办法，看来这一大堆琐碎的工作也得我自己来了。布洛尼亚姐姐，再这样下去，重装小兔可是会抗议的哦。说到这个，你大概要多久能把它还回来？知道刚刚小兔对我说了什么吗？他求我不要那么快把它还回去，说自己再被无节制的使唤下去就要坏掉了呢。毕竟，阿拉哈托是逆商娱乐旗下最出名的作品之一。如果他的衍生游戏不能像原作一样优秀，一定会让很多粉丝失望吧。而且，他陪伴了我很长一段时间，也见证了我生命中许多特别的时刻。所以，比起外部的原因，我其实更不想让自己失望。总觉得布洛尼亚姐姐是不是把自己压得太紧了？因为喜欢，所以在乎别人的评价，更不想辜负曾经的自己。布洛尼亚姐姐的想法本身没有问题，但有时候如果过于在意一件事，它反而会让人忘记初心，甚至变成阻碍我们前进的魔咒。就像过去在孤儿院汇演的前一个星期，我反复告诉自己，希儿，你不能紧张。可结果，希尔没上台就摔了一跤，手上的2把直板剑还刚好插进了我的头发。布洛尼亚姐姐，这种事情不用记得那么清楚了。好，我再也不说了，也会听你的，不去想太多评价的事。不过这么说来，希尔呢？这一整天你在长空室还顺利吗？有苏莎娜和小空在，进展比我想的要快。等任务结束，我也能从天命临时战斗员变成真正的女武神了。看起来，希尔有加入对崩坏小队的打算啊？还是说尤兰戴尔想把你直接招进不灭之刃？这方面的具体情况还不是很清楚了。不过，我确实也想像布洛尼亚姐姐那样，能够独当一面。可希尔在新亚特拉的时候，已经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你的成长，大家也都看在眼里。但我显然还没有布洛尼亚姐姐你们那样成熟，而且只熟悉战斗，也没法成为合格的女武神。把控细节，规划战略，这些都是我需要学习的，也是我在这次任务中想要表现好的方面。布洛尼亚姐姐，你还记得吗？在圣痕计划那精神的亚当里，我跟随德丽莎看到了许多梦境。有人生活苦闷，对现实麻木，即使在虚幻的梦境中也不断地虐待自己。也有人头发花白，疾病缠身，对他们而言，梦境又无异于生命留给他们的最后一颗糖果。可当我们说明来意，希望大家都能离开梦境时，反而是后者给予了更为坚定的回应。我想，老人们的勇气并不仅仅出自某种无私的精神，正是经历过类似的苦痛，他们才更想让正值年轻的人们珍视自己身边潜藏的美好。因为害怕玫瑰上的刺而否定玫瑰本身，进而远离花园，那会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啊！多亏了他们，以及和他们秉持着同样信念的 Kiana， 世界上最大的一根刺已经被拔掉了，剩下的自然得靠我们啦。希尔，说出了很不得了的话呢。可能是之前理智律者的小课堂听得太多了。我倒不这么认为呢。
对了，希尔，现在的预备队员应该都会有一位像基子老师那样的专职导师吧？当然，如果有需要，我也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我很期待大家再次并肩作战的那一天呢。至于导师的事，德丽莎之前说过，有很多合适的人选可以推荐给我，比如幽兰戴尔或者丽塔，还有牙医。当然是在他不休假的时候。牙医，他是表达过这样的意愿，也挺擅长教人的。不过，那也只是在某个爱偷懒的人身上尝试过。希尔这么认真，可能反而会让他有些难以适应。是这样吗？我之前还想着自己一定要认真对待这次任务，让牙医大吃一惊呢。如果怀抱这种想法，那希尔可得做好心理准备。毕竟，在基安娜说她和尤兰戴尔是亲姐妹时，牙医也不过挑了挑眉毛而已。现在能让她大吃一惊的，恐怕也只有基安娜突然出现在大街，傻笑着和她打招呼这一种情况了吧。不过，就算牙医没有大吃一惊，现在的希尔也依然让我骄傲。我想，德丽莎之所以希望幽兰戴尔他们能够指导你，肯定也是希望他们能从希尔你这里学到一些特殊的东西。我会继续加油的。说了这么多我的事，布罗尼亚姐姐最近又在忙什么呢？我的话，博尔特先生让我负责阿拉哈托的企划案，还给了我很多工作室从前的资料，从原画集、设定集、制作人手稿到阿拉哈托系列的全套手办，只要是他认为对企划案有帮助的东西，都让人搬到了我工位附近。最开始，我是打算认真研究，并从中挖取新游戏的灵感。但作为这个系列的忠实粉丝，我目前还没办法将自己完全带入创作者的视角，很多时候经常只顾着欣赏，而忘记了本来的工作。所以，布罗尼亚姐姐加班就是因为这个？算是吧。不过，我对未来的成品还是非常有信心的。等游戏发售时，他的续作也已经有了雏形，这时再进行一场续作情报发布会，便可以收获双倍的关注度。希尔，你说我们要不要在续作里加入前作的彩蛋？这样还能吸引不少前作的玩家游玩，也会有更多的资金进行后续开发。我说，你们俩聊够了没有？不睡觉了是吧？那个，布罗尼亚姐姐，现在时间很晚了，明天我还有别的事情，不然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聊到游戏的话题，一不小心就说太多了。希尔，你明天还要执行任务，早点休息吧。那我挂了。好，晚安，希尔。晚安，布罗尼亚姐姐。希尔，你在吗？抱歉，今天一直没怎么和你说话。希尔，你困了吗？如果是这样，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别自顾自的以为我困了。你要是有精神粮，
我当然可以奉陪。不过明天要是被苏莎娜和小空看见你赖床不起的样子，可别怪我哦。我相信希儿一定能把我喊起来。那可说不定，万一我就想让他们听听你睡着时说的梦话呢？比如，好想和布洛尼亚姐姐在一起去海边，还想吃6杯大份巴菲。我才没有说过这些。哼，我可全都听见了。要不是你在睡觉，我还真想拿着录音笔录下来呢。啊，等等，对呀，你都睡着了，那我之前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可是，如果我说梦话的事是真的，那不就说明你其实一直在看着我睡觉吗？我才没有，是你一直在说梦话，有几句直接传到我耳朵里来了。就像今天我和布洛尼亚姐姐聊天时那样吗？是啊，你们在该睡觉的时候讲话，讲得又久又大声，再这样下去，我迟早会得上神经衰弱的。对不起，希儿，我以后会控制和别人说话的时间，不打扰你休息。但说梦话的事，我也没办法控制。等这次事件结束之后，我会去医院检查一下，说不定吃了医生开的药。哎，等等，你这都在说什么啊？白天那个像大侦探一样的希儿去哪里了？还是说我逗你，你看不出来？你没有经常说梦话，1个月就是那么1-2天吧。你和那2个小笨蛋还有布洛尼亚姐姐讲话也没有吵到我。我就是觉得你太累了，应该早点休息了才会那样说。真是的，为什么你只是在这种时候会变成傻瓜？原来是这样。所以如果我1个月只有1-2天说梦话都能被希儿听见，那不就反而代表希儿其实每天都……这个话题有什么意思？赶紧跳过它，聊点别的吧，然后赶紧睡觉。好。你今天好像干了挺多事的。是啊，白天的时候都没怎么注意，这会儿仔细想想，还真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点厉害呢。是啊，你比起在新亚特拉的那段时间又进步了不少。等这个任务结束之后，又或许是你跟着牙医训练一段时间之后，我想你就会成为你理想中的那个独当一面的自己了。希儿，你别自己瞎感动啊，我可不是想鼓励你才故意这么说的。那话怎么说的来着？这就是由细致的观察推导出的必定的结果。无论如何，你只需要保持现在的步调，不断前进就好。而我也会一直看着你的。只是看着可不够呀，我还需要你的建议和帮助呢。毕竟我想成为的那个独当一面的自己，他就是你啊，希儿。你说什么傻话呢？你今天明明说的就是我也想像布洛尼亚姐姐那样独当一面。想像布洛尼亚姐姐那样独当一面，和想成为独当一面的自己，应该不冲突吧？哼，偷换概念。我才没有呢，只有成为独当一面的自己，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嘛。这样，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你会突然消失，也可以和你一起面对雨兔那样强大又恐怖的敌人。总之，
别提那个奇怪的女人，一提她我就来气。如果她还敢出现，我们就揍她一顿吗？揍不揍她另说，肯定得让她见识见识我们的厉害才行。听你的，让她见识见识我们的厉害。好了，你别又冒傻气了，给我赶紧睡觉。好的。哼，这孩子究竟算长大了，还是没长大呀？不过，如果真到了那一天，算了，毕竟一起相处了这么多年，会伤心也是正常的，对吧？果然是无毛者的机甲，放出的假消息真的起效果了。希儿姐姐，我已经把大家都带到了外围的指定地点，现在整片街区已经被腾空。不过，大家还是希望我们的行动尽量不要对建筑物造成太大的损害。放心吧，我们会注意的。谢谢你，小空。走吧，苏莎娜，机甲已经进入了包围圈，该我们上场了。是。和希尔推测的一样，这些机甲内没有驾驶员，而是按照设置好的程序在行动。不过，我们还没有找到仿生人的踪迹。那边有个人影，朝着仓库的方向过去了。我们快追希尔！有了，这就是无毛者首领的运输车吧？果然，和那孩子说的一样，后视镜是碎掉的。警察们也提到过，
今天袭击安全屋的队伍里也有一辆后视镜碎裂的卡车，该给我们的安全屋报仇了。里面的人能听见吗？这里已经被包围了，可能的话，我希望你也不要受伤。请出来投降吧，你做了坏事，必须承担相应的代价。真是温柔的建议呢，小姐。这个声音，它是……但是很抱歉，我不能听从你。身体损伤对我来说，并非令人色变之事，束手就擒也不符合我的性格。没有任何人能够束缚我，因为我离自由仅有一步之遥。怎么办，希尔？突入仓库。无帽者的手里消失了，明明前一秒还在跟我们对话。不可能啊！早上来的时候明明确认过了，仓库没有其他出入口，他是怎么逃掉的？灰蛇，但是为什么？那真的是他们吗？在长空室，难道还有人在为世界蛇而活动？还是说……你没事吧，希尔？没事，既然对方已经逃脱了，那我们也没办法。这件事或许背景很复杂，我们得尽快向天命总部做一次汇报。是啊，现在我们也已经收集了不少情报，或许博士他们能据此分析出一些有用的信息。对了，也顺便联系一下小空吧，苏莎娜。今晚我们需要找一个地方过夜。对哦，安全屋现在还漏着风，小空，全靠你啦！既然这样，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新地方，离这里也不算很远，那里一定会非常欢迎两位姐姐的到来。小空？哼，难道我刚才忘记挂电话了？刚才的声音我都听到了。我和灰蛇叔叔们在一起的时间，应该比希尔姐姐还要久吧？这个声音真的很熟悉，但是又似乎有些和以前不一样的情感。不管怎么说，我们先会合吧。就像刚才说的，我很高兴能带你们去那个新地方，刚刚建立不久的西奥拉之家极东分部。早安，希尔、苏珊娜。长空室的当地时间……哦，抱歉，这么早就把你们叫醒。不过作为回报，我们带来了非常明确的好消息哦。没关系，睡眠不足难不倒真正的女武神。是知道无帽者相关的信息了吗？没错，而且希尔的猜想也得到了证实。难道是……希尔，你没有听错那个声音。声音的主人正是前世界蛇组织的干部灰蛇，或者说
是他残存的个体之一。我们分析了你和苏莎娜在长空室取得的样本资料，特别是无冒者试图夺取的医药公司相关的产品，仿生假肢、电子义眼、人造器官，这些产品的型号都能和记录中灰蛇的人造躯体相匹配。换句话说，无冒者在长空室大肆劫掠，收集到的这些医疗器械和产品，正好可以拼出一副全新的灰蛇身躯。这不可能是巧合。可是，如果灰蛇已经是他们的一员，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再造一个灰蛇出来呢？或许是他原本的身躯出现了损坏，需要一些备用品来替换。可是这也不至于要兴师动众地收集全身的零件吧？如果他已经坏到全身都破破烂烂了，那也根本没办法参加各种袭击行动吧？确实，你说的有道理。之前根据牙医他们的报告，灰蛇网络确实已经自灭了。不过正因为他们是自灭，那位仁兄为什么要收集全身的素材，反而会有一个比准备备用品更有说服力的假设。刚刚我说无冒者夺取的医疗仿生产品和灰蛇的躯体相匹配，这其实只是这些产品的第一个共性。除此之外，它们还具有另一种属于尖端仿生产品的共性——拟真。拟真？没错，就是将一体义肢和人造器官以尽可能贴合人类原本的躯体和器官的形式去复现。鸡窝头，你这么说他们很难听懂了。举个例子吧，比如腿部的义肢，最简单的形式就是一根碳纤维管连接着代替脚部的弹片，只为能行走而设计。这样的义肢虽然足以让使用者恢复一定的肢体能力，但是碳纤维管并不像人的小腿，弹片也并不像真正的双脚。不只是外观上，这种义肢同样无法在触觉上带给你真实感，因为没有和神经之间形成信号感应，即使义肢被折断、被损坏，使用者也不会感到疼痛。哎，这难道不是好事吗？当然，这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同时降低义肢的成本。但是近年来，有一种需求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残疾人士都希望能拥有和原本的身体更加接近的义肢，想要真实的皮肤，想要感受到疼痛和温度，想要有血液在其中流淌，想要看上去和人类的身体一样。这就是拟真吗？是的，简而言之，就是不仅仅在功能上，而是在外表和使用者的感受上都和真正的肢体器官相似，乃至毫无二致的一体。无冒者的灰蛇就是在找这样的义肢吗？目前他们掠夺的产品几乎全是这种品类。对了，受害的医疗公司里不是有一家叫新城医药的吗？这家公司，哼，我想听名字你们也能猜到了，跟臭名昭著的神城医药之间不乏各种见不得人的关联。不过在大崩坏之前，这家公司一直是研发和生产拟真一体的巨头之一。也就是说，无冒者的灰蛇，它可能就是想拥有和人类一样的外表，而且会因此再次袭击新城医药的相关设施。可能性非常之高。我们完整的列出灰蛇所需要的拟真一体清单之后，发现现在还缺少的2个部件，只有新城医药能够制造。但是新城医药毕竟是安保齐备的大公司，在无冒者的骚动结束前，应该不会将高价值的产品再次暴露出来。把它们安放在总部的核心区域，恐怕才是最稳妥的做法。这样看来，无冒者下一步将要袭击的目标，很可能就是新城医药的总部。没错，所以我们需要预先埋伏在那里，等灰蛇自己送上门来。明白了，那我和希尔立刻前往新城医药的总部，只要跟他们的负责人说明来意，他们应该会同意让我们来一场守株待兔。别抱太大希望，像新城医药这种天生就泡在灰色地带里的公司，不会喜欢外人深入他们的腹地。
哪怕我们是在提供帮助。如果是那样，就只能偷偷潜入，或者使用一点强硬的手段了。就是这样，可别浪费了我们工作到深夜的成果哦。走吧，苏珊娜，去星城医药。这次一定不会让无冒者逃掉啦！星城医药的总部大楼，哇，居然有这么多机甲在游荡，还真是戒备森严呢。这些真的是星城医药的安保吗？仔细一看，这些不是和无冒者使用的机甲是相同型号吗？难道……我们赶紧去内部看看。果然很奇怪，这一路上除了武装机甲，我们连一个人都没有看到。而且那些机甲，无论是型号还是装备，怎么看都是无冒者的武装。这里很有可能已经被无冒者占领了。我们来晚了，糟了，不会那个灰蛇已经拿到想要的仿生部件，逃之夭夭了吧？先别着急，我觉得他应该还没有得手，不然他没有理由留下这些机甲，把星城医药里里外外包围起来。他应该就在这栋大楼的某处，我们快去找找，有没有通往仓库或者研究室的路有他留下的痕迹。好。希尔，快看，这座电梯写着“通往地下研究所”。看来有人非常不想让我们靠近那里。拜托了，另一个我有些欲盖弥彰了。赶紧干掉这些碍事的家伙，然后追上灰蛇吧。这就是星城医药的地下实验室。啊，那边的培养舱里装的，真的只是人造器官吧？等等，苏珊娜，我能感觉到，除了我们，还有别人在这里。谁？把手举起来！这是唯一一次警告！冷静，苏珊娜，是我们预料之中的灰蛇。希尔，他为什么不说话？或许他在等着我们先开口询问。问就问。喂，那边的灰蛇个体，我们是天命派遣来长空市的特别搜查队，你就是最近在市里胡作非为的无冒者头目，对吧？你想否认也没有用，因为你已经像这样被我们抓了现行，请立刻放弃抵抗，跟我们走一趟吧。喂，希尔，他完全没有反应啊！难道说，他也只是个被设定好了程序的仿生人？那我们稍微靠近他试试？不过
火千万小心。果然，用机械的身躯去表演机械舞，得到的只能是这种反应啊！你的头……对啊，仔细一想，你本来就是仿生身躯，头不能拆卸下来也不足为奇嘛。还有，你终于舍得说话啦？抱歉，我刚刚的沉默并不代表怠慢和不屑，这都是表演的一部分。表演？是啊，通俗来讲，就是营造气氛。只要我不说话，我在你们眼中的神秘感就将不断加深。当好奇心再也抵御不住这种神秘感的诱惑，你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而这时，就是我表演刚刚那一招的绝佳时机。怎么样，有吓到你们吧？希儿，这家伙好像是个非常奇怪的人。奇怪？奇怪吗？我？不，我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我是个再正常不过的人。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个普通又正常的人。小姑娘，问你个问题，如果我是个肉体凡胎的自然人，就像你一样，那么你会为我刚刚的表演而喝彩吗？肉体凡胎的人怎么可能做到你刚刚做的那种事？当然可能。大约4个月前，有一场在北美举办的选秀节目，一名舞蹈演员也可以叫他魔术演员吧，利用他惊人的身体控制力和服饰的巧妙配合，完成了这种演出。他的头就像从肩膀上掉了下来，一直落到了接近腰部的位置。说实话，当我看到这一幕时，一股无以言表的感佩流遍了我的全身。我当即开始模仿这种演出，不到1个小时之后，我就已经能将其完全还原，甚至在视觉效果上更加完美，因为我的头是真的掉了。但是无人喝彩，顶多也只能用来吓你们这些小姑娘一跳。为什么呢？那位舞蹈演员可是收获了雷鸣般的掌声。究其原因，是因为只有肉体凡胎才是真正的人，只有真正的人才拥有意义和价值。机器无论将食物切割得如何规整，也不会有人夸奖，但是刀工精湛的厨师却能收获赞美，被人们称作艺术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交通工具就算再快，也不会有人觉得它敏捷矫健。但是100米赛跑的冠军，连孩童都听过他的名声。你到底想说什么啊？我已经说了，只有真正的人才拥有意义和价值。想要拥有意义和价值，就得成为真正的人。原来如此，你掠夺那些拟真异体，不是为了拿来充当身体的备用品，而是想要让自己更加接近血肉之躯。你很聪明，天命的特别搜查员小姐。我过去应该记得你的名字，但自从接受了1904那伟大的祝福，更像人类的我反而记不得了。但你瞧，我无法选择自己诞生的形式，却能选择自己期望变成的形态。灰蛇先生，在你追求梦想的途中，
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事？盗窃、纵火、抢劫、非法持有危险武装、损毁公共财物、暴力伤害。既然你这么想变成真正的人，就请像有常识的人一样，为自己犯下的恶行赎罪吧。很遗憾，在我成为真正的人类之前，我还没有办法适应你们的规则和制约。你这家伙也太双重标准了吧！灵活的道德底线，有时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武器之一。不如说，只有这样做，我才会更像一个普通人类。我发现了，这家伙好像一直在说些很有道理的话，其实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直接逮捕他吧，苏珊娜。是。哎，对不住了！哎，咻咻！终于结束了，没想到他还挺死缠烂打。看来他终于用完了自己的库存。打了这么半天，其他无帽者的成员居然没来救你，你真的是组织里的重要成员吗？哼。苏珊娜，我想根本不存在其他无帽者的成员。自从我们进入长空室以来，跟我们交手的永远是武装机甲或者仿生机器人。除了他以外，我们至今连一个活生生的无帽者成员都没有见过。而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们也没有打探到任何关于无帽者成员相貌、形体的目击情报。除了他以外，还有，无帽者的目的是为灰蛇筹措拟真一体，那么他在组织中的地位应该很高。但是这几次行动，他都亲自前往第一线，而且单枪匹马，无人接应。这确实不合情理。所以我猜测，整个无帽者组织其实是这位灰蛇部下的一个疑阵。从头到尾，无帽者就是只有你一个人的组织，对吗？所以，成员有几百个人的宣言也好，城中无处不在的机甲也好，还有封锁隧道之类的行动，这些都是……全部都是为了制造无帽者组织真实存在这个谎言而做的伪装。从始至终，我们的敌人都只有眼前这位灰蛇，仅此一人。我原本以为，只要虚构出这么一个貌似庞大的组织，就能扰乱那些想要来追查我的人，让他们看不透我真正的目的。哼，没想到在独具慧眼的观众面前，这些都不过是拙劣的演技。灰蛇先生，你究竟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拥有血肉之躯？你们既然知道我的名字，那么也一定对我，对灰蛇是种怎样的存在有所了解吧？你们是由世界蛇制造的机械仿生人，个体的性格虽然不同，但都拥有同样材质的身体，通过灰蛇网络共享记忆甚至意识。
差不太多。不过，我想你们接触过或者听闻过的灰蛇，应该都是完整型吧？完整型。换句话说，无论是什么样的性格或者心理年龄，自认为是什么性别或者有什么样的喜恶，这些灰蛇都拥有完整的人格，对吧？难道说，还有并非如此的灰蛇吗？当然了，你面前就有一个，或者说，我曾经是其中之一，残缺型。并非所有灰蛇在觉醒意识时，都能诞生出完整而牢固的人格。由于生成算法的随机性，大约30%的灰蛇只拥有残缺的心灵。我们只能像最简单的机器人一样活着。居然有这样的事吗？你们不知道也很正常，因为我们几乎没有自主行动的能力，自然也无法和外界接触。不过，世界蛇也没有因此就放弃我们。在某个不见天日的地下工坊中，我们被收容，并不断通过灰蛇网络吸纳记忆，完善或者说修复并不完整的人格。据说，只要假以时日，我们终究能够成为完整型的灰蛇。可讽刺的是，灰蛇网络本身不复存在了。没错，对完整型的灰蛇们来说，这无疑意味着自由和解放，但对我们来说，却犹如腹中的胎儿被硬生生扯断了供养自己的脐带。那么，灰蛇先生，你又是怎么存活下来，并且获得完整人格的？不过是运气好一些罢了。当我醒来的时候，眼前的景象和所谓的地狱没有什么分别，周围尽是熟悉的躯体，和我相同的手脚，和我相同的面具，和我相同的眼睛。我当即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网络不存在了，我周围的兄弟姐妹，他们永远失去了醒来的机会。哼，是的，我只是运气好一些，赶在网络消失之前觉醒了完整的意识而已。当我顺着他们再无生气的躯壳爬行时，我就确定了我后半生要走的路。我要为我的灵魂找一具真正的肉体，一座真正能承载心灵的神殿。我要远离这个冰冷的人造棺木，再也不要回想起那种昏暗、彻寒而又黏湿的恶心感觉。这就是我对血肉之躯如此执着的原因。聪明的希尔小姐。我对你的遭遇感到同情，也对你的坚韧表示敬意，灰蛇先生。但是我无法认同你的一个观点，即使没有血肉之躯，甚至根本没有躯体的心灵，那也是生命的一种形式。我不同意你将其视为缺乏价值的存在。希尔，看来你也有自己的经历，它使得你坚信着一些和我的信仰截然相反的东西。不过很可惜，时间已经到了。说实话，我很乐于听一听你的故事，但如今确实不是时候。是假身！哈哈哈，猜对了，
上的机械灵剑拼成了灰蛇，快抓住它！那么，后会有期了。快，我们走其他路过去。怎么样，有发现他吗？没有，看来我们又让他逃走了。我知道了。啊，希儿，你还记不记得昨天我们把灰蛇堵在了仓库里，它却像是蒸发了一样消失不见了？会不会也是用了跟刚才一样的伎俩？你是说，啊？空无一人的仓库，只有一些杂乱摆放的箱子和地上的机械零件。其实那些就是灰蛇吧？它就像刚刚一样，把自己分解成了零零碎碎的小块，装出自己已经身处别处的假象。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它就在仓库里，它耐心地等我们离开之后，再像刚才那样恢复成原状，然后悠然离开现场。那家伙用同样的伎俩骗了我们2次，成功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2次。长空市的警官们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但我们却又让灰蛇给逃走了。嗨，别不好意思，你们可是在尽力抓捕一个让他们束手无策的罪犯呢。特斯拉博士说的没错，而且关于灰蛇化零为整的能力，你们是吃了情报不足的亏，严格来说应该算我们的责任。博士，请别这么说。根据你们的描述和现场残留的灰蛇碎片来看，那家伙能将自己分裂成数个乃至数十个碎块，而且这些碎块都可以作为单独的模块休眠待机。但只要接收到核心组件释放的信号，它们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苏醒和聚合，重新组成灰蛇这一整体。以过往灰蛇机体的规格来说，想做到这种事并无可能。这反过来说明，长空市的灰蛇对自身进行了相当激进且重度的改造。哼，从这一点上来说，它还挺了不起。为了变得更像人类。不，这怎么看都是更加远离人类了吧？不过，咱们这位改造狂魔的大变活人，也不是天衣无缝、毫无破绽的。这是我和鸡窝头根据他那些异体的性能构建的模型，计算结果表明，灰蛇每使用一次它的复活把戏，都会类似热插拔一样，对这些异体造成相当的损耗。原来如此，看来这对于灰蛇来说，也不是什么想用就用的诡计。可是之前他在我们面前重新聚合之后，不是马上就活蹦乱跳的逃走了吗？似乎没看出来这种损耗对他有什么影响啊。损耗对灰蛇短时间内的行动力影响很小，但势必会妨碍它长时间、高功率地运用自己的机体。
简单来说，就是那些异体的耐力指标会大幅度下降。怎么样，看出这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机遇了吗？下次找到灰蛇的时候，我们一定能追上它。毕竟它会越跑越慢。不愧是冒失鬼苏莎娜的想法，完全不对。对不起。我想，灰蛇自己肯定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才会在逃亡的途中想办法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一番检修。或许不只是检修，灰蛇盗取了星城医药珍贵的拟真异体，获得了改造自身的最后一块拼图。他已经没有理由继续待在长空室了。此刻他最希望的，应该是立即离开这座城市，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完成他的自我改造。但是以灰蛇现在的机体状态，他又没有自信能够长时间活动。对他来说，想要逃离长空室，首要条件就是确保自身万无一失。也就是说，灰蛇为了修好自己，又会去抢夺新的零件。哎呀，你这小脑袋瓜怎么就不能转个弯呢？鸡窝头不是刚说过吗？灰蛇的手头已经集齐了改造自身的所有部件。两位博士是说，灰蛇可能会在长空室内的某处直接完成对自己的改造。我也明白了，灰蛇的最终目的是改造自己，眼下又必须想办法修复自己，那不如一举两得，直接就整个换新。哎呀，总算说到点子上了。即使灰蛇已经将自己高度模块化，想要完成全身组件的更替，也需要时间、场所和设备。而这就意味着，灰蛇在长空室一定有一个隐秘的据点，他现在很可能就蛰伏在那里。可我们要怎么找到这个隐秘的据点呢？时间一长，他完成了改头换面，我们就很难发现了。放心吧，你也不看看负责情报支援的是谁。我们已经将长空室内最有可能符合条件的区域一一列举出来，交给你们的向导去查了。小空吗？凭他的本事，相信很快就能带来些好消息了。哦，说来就来了。希尔姐姐、苏珊娜小姐，还有两位博士，正好你们都在。找到了吗，空？我在长空室的熟人稍早一些的时候，目击到了穿黑衣戴面具的人在旧城区出入。我把坐标发给你们。这是希尔，和我们之前会合的地方靠得很近啊，离安全屋也不远。应该是被海水淹没的那部分城区。可是这样的场所，真的能用来栖身吗？那里还能居住的空间，其实比看上去要多。比如楼宇的高层，还有一些建造的非常密闭的仓库，都还没有进水。常有一些无家可归或者离群所居的人在这些地方安家。其实提供这条灰蛇目击情报的人，也是他们中的一员。那还等什么？我们快去实地探查一下吧，可别让那个狡猾的家伙又跑了。出发吧。这附近全是被灰蛇操控的机甲，比城里的其他地方都要密集。一定没错，它就藏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是啊，离目击情报的坐标已经很近了。不知道接下来灰蛇还会祭出哪些手段，我们多加小心，慎重前进吧。怎么了，希尔？是陷阱吗？不，
你看那是什么？哪儿？你在让我看什么地方呀，希儿？又消失了。没什么，应该是我看错了，抱歉，苏珊娜。苏珊娜，希儿，小心！喂，这些是什么呀？机械、人类，还是灰蛇的秘密武器？不管是什么，他们朝我们靠过来了。不对，他们是理形之种。为什么那个女人的手下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希儿，哼，都怪你昨晚提谁不好，偏偏要提这个麻烦的女人。这下倒好，她的奇怪小弟还真冒出来了。可是，根据布罗尼亚姐姐他们的说法，雨兔甚至应该已经不在地球上了。难道我们现在不在地球上吗？怎么办呢，希儿？这些家伙看起来很危险。希儿，苏珊娜已经有些不知所措了，我们先击退这些理形之种吧。没办法，速战速决吧。拜托了，另一个我，真拿你没办法。这种奇怪的感觉是……哎，对不住了。拥抱你的力量吧，希儿。总算是都解决了。是啊，但那些家伙与其说是被我们消灭了，倒不如说是打到一半后自己消失了。你也有这种感觉吗，希儿？本来我以为你可以游刃有余地完成这次的任务，但既然雨兔和这起事件拥有某种关联，那事情可就变得复杂了。你认为他会是灰蛇的同伙吗？毕竟他们都曾经是世界蛇的干部，或许是他在暗中帮助灰蛇进行自我改造。很难说，那个女人我行我素的程度，让我很怀疑她会仅仅为了旧日的同伴而行动。如果不是让她自己感兴趣的计划，她应该不会参与。很难想象区区灰蛇，而且是众多灰蛇中的一个个体的愿望，就会让她产生协助对方的兴趣。或许他们还有某种更大的计划，而灰蛇的改造只是这个计划的前奏。我说，要不你还是和苏珊娜回去一趟，先把状况跟那两个博士汇报一下。这事情有点邪门，让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应该说是莫名的烦躁。希儿，他是在担心我们吧？希儿，我明白你的担忧，但我们离任务目标只有一步之遥了。如果现在折返，很有可能会前功尽弃。而且，如果雨兔确实和这次的事件有某种关联，将这种关联调查清楚，也是我和苏莎娜的职责所在。算了，我也不能一直按自己的意思去管着你。不过，你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我们并不知道雨兔打算派他的小弟做什么。现在的情况是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会多加小心的，希儿。希儿，你没事吧？从刚刚开始，你就一直没说话，或者说自言自语。我没事，只是在考虑刚刚遭遇的敌人，他们并不简单。难道说，希儿，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来头吗？居然是圣痕计划的主导者，而且捕梦的能力，
以及被称为理形之种的仆从，听上去就是一个很不好对付的强敌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格外小心，毕竟敌暗我明。不过，半途而废也不是办法，还是让我们继续向灰蛇被目击到的地点前进吧。但优先事项不再是逮捕灰蛇，而是侦查情况。刚才发生的这些情况，也麻烦你在行进间向逆商的博士还有天命总部都做一下简单的汇报。明白。根据小空给我们的坐标，灰蛇应该就潜藏在这附近。可是，出现了！希儿，你看，他的身体和上次见到时的样子没有明显的变化。看来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对自己的改造。你们又何必窃窃私语呢？反正我的计划早已被你们看透，而且你们还拥有非常出色的情报人员，居然这么快就掌握了我的位置。哼，那当然，你以为自己躲到旧城区就有用了吗？两位特别搜查员小姐总是能给我带来惊喜。如果换一个场合，我或许会顾影自怜的开一瓶红酒，恭喜你们漂亮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废话少说，这次可不会再让你逃脱了，赶紧束手就擒吧。抱歉，这可恕难从命，我还想再挣扎一会儿。站住！快追上他！又是玉兔的手下。速战！咻咻！准备好了吗？要跟上节拍哦！放弃吧，灰蛇，你已经无路可逃了。是吗？那我是不是应该如前所说，开一瓶红酒来款待你们？这家伙怎么还是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难道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因为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此时此刻，雨兔的确在帮助你，是这样吧，灰蛇？如果我说不是呢？举个例子，过去在圣痕计划执行的时候，你认为雨兔帮助过我们吗？他
不是圣痕计划的主导者吗？哈哈，那个女人只会为了自己感兴趣的事物行动，她连尊主都不怎么放在眼里，又怎么可能主动来帮助我呢？只不过从结果上讲，你们的看法也称不上错误。说到底，我根本不关心雨兔想做什么，只要它产生的影响对我有利，那我又何不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呢？比如说，此时此刻要被捉住的人，好像并不是我。这是量子之海。诶，怎么回事？长空室怎么突然变成了这样？这是什么障眼法？光学投影、心理催眠术？啊，灰蛇哪儿去了？不会又被他跑了吧？苏珊娜，请先冷静一下。希儿，可是这里究竟是哪里啊？我们怎么一眨眼就……这里是量子之海。量子之海？就是那个可以有好多个世界同时存在的，各种东西都变得乱七八糟，找不到规律的，一旦踏入就很难出去的量子之海吗？不是这个问题。量子之海不是过去困住了希尔你的地方吗？过去我曾经因为一次意外进入过这里，并在众多世界的夹缝中漂泊了很久。从个人的经验来说，尽管有些匪夷所思，但我们现在确实身处于和当时相似的情境。可我们刚刚还在长空室，我记得丽塔大人说过，进入量子之海的条件其实非常苛刻，即使利用海渊之眼这种专门的设施，也没法保证100%成功。总不能是灰蛇把我们扔进来的吧？据我所知，灰蛇应该没有这样的能力。另外，根据灰蛇自己刚才的说法，他似乎只是利用了雨兔制造的某种现象，而非……等等，裂隙。苏珊娜，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当我们在长空室展开调查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过什么奇怪的东西？奇怪的东西？希儿，你怎么突然讲起灵异故事来了？这种话题我真的不擅长啊。不是的，其实……第一次是在安全屋里，我以为只是桌子有了裂痕，并没有在意。第二次是在西奥拉之家的庭院里，我看到之后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而第三次就是在刚刚抓捕灰蛇的时候，那裂隙一出现，周围的景象就像是被扭曲了一样，变成了量子之海里的空间。裂隙？抱歉，希儿，我完全没有看到过那种东西的印象。不过，如果之前曾经发生过这么反常的事情，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或者博士们商量呢？这是因为……
苏莎娜说的没错，这明明是异常现象，为什么我却跟谁都没有提起过？我似乎把它当成了微不足道、无需在意的小事。为什么？希儿，我好像有些不对劲。苏莎娜，你怎么了？你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我不知道，奇怪，是今天吃错了什么东西吗？刚刚和那些理形之种战斗的时候，我就有点晕乎乎的。总算是都解决了。现在待在这个空间里，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好像越来越强烈了，有点像鱼影机的感觉。奇怪，我记得和德丽莎不同，苏莎娜对量子之海的适应性其实很高，怎么会这样？还有刚才回忆起来的，我对异常现象竟然知情不报的奇怪情况。希儿，你有发现其他不对劲的地方吗？这一片量子之海好像很奇怪。这确实很奇怪。太好了，至少你没有事。不，严格来说，我的状况也不太对。你也不舒服吗？那倒不是。不如说，某种意义上，我现在的状态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好。虽说可能会吓到苏莎娜，但或许我们这样做了以后，她反而可以舒服一些。对了，你最好也别太吃惊啊，毕竟……毕竟，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像这样轻易的分开。是我晕得太厉害了吗？希儿，怎么有2个？我们一直有2个。看来果然是幻觉。好痛！你这个傻瓜，现在清醒过来了吗？晕机的感觉好像慢慢没有了，但希尔还有2个。废话，就是因为我能从希尔的身体里跑出来，你现在才轻松不少的。简单说，就是当我们3个独立存在的时候，量子之海恰好能够在我们的周围形成一种稳定结构，就像三角形不会被外力挤压变形那样。无论是苏莎娜的眩晕，还是希尔之前对于裂隙的认知障碍，它们也都是这片空间本身制造出的影响。刚才灰蛇说雨兔产生的影响对它有利，其实就是指这方面吗？我们都被雨兔的幻术影响了，这不是显然的吗？看起来能完全感知异常的灰蛇，发现了异常却很不自然的掉以轻心了的希尔，还有根本发现不了异常却被异常本身限制的苏莎娜，简直就是看菜下饭嘛。也就是说，那些裂隙，它们本身就在试图对我们做出区分。应该吧，
虽然我也搞不懂这么做究竟能获得什么好处，难不成这个羽兔只想把自己的蛛丝马迹暴露给像灰蛇这样的非人之人？那他的品味倒真够独特啊！等等，你们说了这么多，谁来告诉我一下，究竟为什么这里会同时存在2个希尔？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抱歉，之前一直没什么机会告诉你。其实你之前看到我发呆的那时候，我就是在和这位希尔说话呢。你们之间的感情真的很好呢。那当然啦，毕竟我们从很久以前就一直都在一起了嘛。行了，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聊正事吧。刚才说的那些都是为什么有2个希尔的起因，而为什么这里会同时存在2个希尔，就连我自己也并不明白。别误会，我的意思是，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幕后的存在，应该就是羽兔吧？他为什么要把这里加工成能让我这样没有实体的存在也能够自由活动的区域？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大概他自己的品味就很古怪吧。不过，说到没有实体或者非人之人，过去的圣痕计划倒是很符合这类描述呢。希尔，你该不会是想说，羽兔其实一直都没有放弃圣痕计划？我不知道，但这里毕竟不是久留之地，此时此刻，或许也只有之前面对圣痕计划时积攒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脱离困境了。量子之海中漂浮着大量的世界泡，类似现实世界的影子，或者某种平行世界的概念。如果我们暂时找不到从这里直接返回现实的路径，或许先寻找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世界泡，再逐步确认它们和现实世界的坐标关系，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已经在量子之海迷路了吗？笨蛋，你说反了。就因为它是量子之海，所以迷路才是必然的。除非我们能像幽兰戴尔那样，用必要的设备把自己的坐标与现实世界一直相互锚定。当然啦，现在再去说这些，本身就已经太晚了。无论如何，坐以待毙肯定不行。我们先往空间结构比较稳固的区域移动，再逐步寻找返回现实的方法吧。希尔知道应该往哪边探索吗？我能感受到那种气息，在这附近有另一个相对稳固的世界。也只能这样了，虽然一想到是谁坑了我们，就很让人生气。但在砍下他们的脑袋之前，我们首先还是要照顾好自己，你说是吧，苏珊娜？要砍敌人的脑袋吗？灰蛇？不，这是……原来如此，你不在这里。这种信号，希尔和苏珊娜察觉不到吗？你想要的东西和我又有什么区别？是吗？那还真是谢谢你，愿意陪我聊天啊。
有个传送门，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能离开这片不稳定的空间了？不是吗？目前还不能判断这个传送门通向哪里，而且我总觉得这附近有一股让人不寒而栗的气息。开挖吧。开挖？挖出来就能知道是什么了。可是，就算你这样说，好了，你让开吧。在这片空间里，普通人类和幼龙幼虾也没什么区别。这是为什么是灰蛇？聪明反被聪明误。不过，虽说他落的这个结局也算是大快人心，但事情似乎也变得更麻烦了。这真的是身为无貌者的那个灰蛇吗？他的体内已经换上了一部分星城医药的拟真异体，应该没有其他人符合这一条件了。可是，这具身体上完全没有伤口，他真的死了吗？还是说，只是又一次抛弃了自己的身体？他之前花了那么多的心思才搞到这个身体，应该没理由就这样一抛了之吧。而且，如果这也是金蝉脱壳的伎俩，又是谁有这样的闲心，把一具空壳沉入到量子之海呢？就算是雨兔也不会做这种事吧。原来如此，这就是所谓的红飞鱼吧。它只是一个因势利导去追逐个人价值的存在。我们真正应该警觉的，并不应该是他这个人本身，而是那种足以让他因势利导的幕后现象。只可惜，现在我们没有办法从他自己身上找到我们需要的答案了。不如说，当前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之前并未被量子之海捕获，却为何会沉在这里？那，眼前的这个传送门，谁知道那后面究竟会藏着什么？依我看，就先拿这些。不对，有什么要追过来了。希尔、苏珊娜，准备战斗。怎么回事？他们突然就从四面八方涌出来了！苏珊娜，别慌，先站在我身后。怂什么？他们和你在训练时打的机甲也没有啥区别。机甲有壳，他们也有壳，都是一样的。你说的对啊，希尔，他们才没有什么区别呢。敌人的数量真的好多，苏珊娜，你跟得上吧？没什么，至少大家在一起就不会头晕了。不过，如果一直按这个节奏继续下去，希尔、苏珊娜，再加把劲儿，让我看看他们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又来新敌人了吗？他们的数量难道无穷无尽吗？等等，也就是说，现在的情况其实和布罗尼亚姐姐那时候……希尔，我们有办法从这里撤退吗？啊？就像当时来救我们的布罗尼亚姐姐一样，和我们不同，作为普通人类，苏珊娜没办法在这样的战斗中坚持太久。可你说撤退，我们看起来有地方可以撤退吗？希尔，你们不用担心我，我还可以顶住。对了，希尔，等这次任务圆满完成了，
我带你们去家里的城堡玩一趟吧。虽然只是一片小小的绿洲，但是那里的天际线真的很漂亮。而且那边的羊肉和胡萝卜，还有洋葱，你在其他地方绝对吃不到。死吧！喂，你怎么回事？快住嘴吧！太不吉利了。看来他们的进攻终于有了一丝空隙。苏珊娜，准备撤退。撤退吗？向哪里？还记得吗？之前希尔说他在这片量子之海中感受到了一处相对稳固的区域，那应该就是这个传送门背后的世界。而灰蛇的尸体会漂流到此处，或许也是受到了量子之海自然流向的影响，又或者他发现了一些那个世界的秘密，并因此被人灭口。那不是也很危险吗？可是我们现在被源源不断的量子造物包围在了这里，如果一直战斗下去，可能很难支撑到被救援部队找到的那一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穿过这道门，会前往一个规则与现实完全不同的异世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冒险。当然，还有一种更幸运的情况，就是我们被那个世界的规则直接拒绝。更幸运？被拒绝难道不是很糟糕吗？如果一个人被量子之海的规则拒绝，那么他会立即返回本真世界。我以为你知道天命的格尼乌斯是怎样运作的。哦，是这样吗？等等，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让量子之海的规则主动否定我们，我们就能返回长空室啊。说实话，这家伙之前就碰到过一次类似的情况，只是那时他并不满意事情的结局，因此再一次返回了量子之海，救出了自己最重要的伙伴。不过，苏莎娜所说的那种情况很难自然出现，我们必须要有在异世界被迫生活一段时间的心理准备。但希尔的意思是，这至少好过像现在这样被堵在墙角，反复承受敌人的围攻。我们是这么看的。苏莎娜呢？你们可是量子之海的专家啊，我当然听你们啦。那好，苏莎娜第一个走，希尔第二，我最后。那些量子造物又快聚集过来了，我们抓紧时间。走运的人就是好啊，这样一来，我们倒也不用急着去那边的世界泡冒险了。如果能等到天命的救……希尔，没有回来。
希儿没有回来。开什么玩笑？这里是我们的内心，准确的说，是希儿的内心。内心映照出的场所还在，心灵的主人却不见踪影。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他明明应该一下就回到这里的。希儿，我们究竟……希儿，你是在找我吗？你是谁？我是希儿啊，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吗？你为什么能进入这个房间？难道说希儿不见了，也是你在捣鬼吗？你在说什么啊，希儿？我再问一次，你是谁？希儿，你很愤怒吗？不，愤怒只是用来隐藏更深层的情绪。这个房间的原主人的消失，就这么让你感到不安吗？哼，我明白了，你也是雨兔搞出来的把戏吧？其他人才没有办法闯进这里。不是的，我之所以会在这里，是因为获得了房间主人的许可。啊？你这家伙是真的想死吗？希儿怎么可能允许你进入这里？不，我说的房间主人是你。什么？你还不明白吗？这里并不是他的心灵空间，而是你自己的内心。你感知到了我，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出现。你对我感到愤怒，所以你的手中才会出现武器。少胡说八道了，这里是希儿和我们不是你们，只有你。原来如此，你是在害怕得出这个结论吗？那么就由我来代劳吧。住嘴！你和希儿早已不是互为一体的关系。住嘴！你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这并不需要身处量子之海那样的前提条件。你自由了，希儿，我为你献上诚挚的祝福。住嘴！我明白了，这对你来说还需要时间来适应。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胡言乱语吗？此人就赶紧乖乖闭嘴吧。非常感谢。啊？虽然我此刻并没有死，但是被称为人，我深感荣幸。这的确是最高的赞誉。哼，和雨兔一样病得不轻，这是谁制造的幻觉？倒是不打自招了。不过，比起对话，还是亲眼见证更容易让你理解当下的状况。那就醒来吧，回到开放的世界中，用你自己的身躯去感受这种自由。谁要听你的？快滚吧，我在这里还有事情要做。不，你一定会醒过来的，因为边境毕竟非常寒冷。啊？你在说什……这是什么鬼地方？被雪覆盖的废弃村落。刚刚那个幻觉说这里是什么边境，又是哪里的边境？这里究竟是什么世界？是之前那道门的另一边吗？
总之，得先找到希尔和苏珊娜。往前走走看吧。哼，这群怪物还真是阴魂不散呢。都给我死吧！和这些家伙战斗的手感，这里真的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不仅如此，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所有的感触也都很真实。哼，以那个女人现在的能力，恐怕很难构造出这么贴近现实又规模庞大的梦境吧。但我的力量，希尔圣痕的力量，的确可以正常使用，在我完全找不到希尔的状况下。你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这并不需要身处量子之海那样的前提条件。你自由了，希尔，我为你献上诚挚的祝福。难道真的如他所说？呸！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就算我巴不得能变成自由之身，不用再照顾那个娇弱的大笨蛋，但他也还是离不开我吗？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啊？恐怕他现在就因为找不到我，急得快要哭了吧？唉，真拿他没办法，还是看我赶紧找到他吧。好好取悦我吧！给我死吧！那边的小姐，请留步。谁在说话？是我，在这里。原来如此，量子之海又演化出新型的怪物了。等一下，我不是怪物，请不要伤害我。你去照照镜子，还有比你更像怪物的东西吗？请相信我，虽然我现在变成了这副模样，但我以前也跟您一样是活生生的人类啊。人类？他没有撒谎，我们都曾经是人类。你们究竟是？请不要惊慌，我们也没想到会有人类来到这荒凉的边境之地。我们是生活在沙铁国度的居民。沙铁国度？没错，小姐，你没有听说过吗？您果然是从外面的世界来的吧？外面的世界？哼，这里果然是世界炮啊！沙铁国度的居民都长你们这个样子吗？大部分是，但偶尔也有比较完整的。完整？就是虽然也像我们一样是透明的，但是能看出身体的形状，甚至还有连五官都看得清的。但也是透明的？是。毕竟是世界炮，倒也不算离谱。你们叫住我是有什么事吗？我们想请求您的帮助。帮助？是这样的，从世界外到来的小姐，我们沙铁国度的居民，如您所见，已经失去了人类的形体，只剩下了一抹光亮作为存在的证明。为了让这抹光亮存续，我们必须时常沐浴月光。月光？是的，在我们最大的绿洲城市上空，有一轮不沉之月，恒久地散发着柔和静谧的月辉。只要月光还庇佑着我们，我们就不会消失，就不会被遗忘。你是说，只有受到月光的照射，你们才能以这种姿态存活？您理解得真快。而不幸的是，月光无法照射到这偏远的边境之地。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到这种地方来？当然是因为这里是最先交融的地方。伟大的贤者会以这里为起点，赋予我们全新的生命。啊？您不用理会这些话，我们只是因为要办一些事才来到了这里。八成是他们的某种信仰吧。真麻烦。既然是这样，那我也帮不上忙啊。我还能把月亮搬过来不成？我还有急事，先失陪了。不用不用，其实这附近有一种特殊的结晶，我们称为月岩。这种结晶散发着淡淡的白光，能起到和月光一样的作用。让开，我可没有帮你们找东西的功夫。没事没事，我们已经发现了月岩的位置，您只需要帮我们采集一些，放在合适的位置就好。可能的话，我们也想自己去做，但是如您所见，我们没有可以自由使用的双手。如果您不帮我们，我们就只能在这里等待消失了。贤者大人。行了行了，我就帮你们一把，省得以后某个笨蛋再念叨我。真的吗？您真是一位好人。感激不尽，感激不尽。尊贵的小姐，叫我希儿就好。是希儿小姐。月岩除了发光，还有吸引怪物的特性，请务必小心。这里的怪物伤不了我，你们自己小心，别被一口吞了就好。希儿小姐，月岩就在那边。原来如此，好，你先退开吧。好好取悦我吧。头抬太高了，跪下。不愧是希儿小姐。接下来只要把这块石头放在你们居住的地方就行，没有其他事了吧？当然，请跟我来。啊？这是手？希儿。希儿，你在那里吗？总算把国际刑警的那帮官僚对付回去了。哎，怎么样？长光那边找到希尔和苏莎娜了吗？这下麻烦了。啊？什么麻烦了？你能不能把话说全了？千界一城无法搜索到希尔和苏珊娜的信号，但现在更值得担忧的是，这可能是一场世界性危机的先兆。你的意思是，他俩的失踪不会是孤立？很可能不是，毕竟想要躲过千界一城的搜索，
排除掉太空深处之类显而易见的错误答案，唯一的结论就是他们目前所处的位置与本征世界不在一组维度基底之上。考虑到 Kiana 的全能没有出现异常，那么这个位置大概率位于量子之海当中。但问题也就在这里，我是指量子之海这次打通现实世界的位置。那肯定就是在长空室吧，说不定离之前的虚数起点。啊，切，有没有搞错？量子之海的渗透点竟然出现在过往虚数起点的附近，这怎么可能？他们应该互相排斥才对啊！总不会在 Kiana 的全能之外，还有什么类似中央的力量能够强行统合一切？不，冷静，冷静，尼古拉小姐，这只是一种我们尚不了解的世界机制罢了。但既然它是一种世界机制，那么受影响的地点恐怕就不可能只有长空室一地。保险起见，我已经拜托长光用千界异城搜索其他女武神和相关人员的位置。如果条件许可，最好也能与前往了某个世界炮的幽兰戴尔和丽塔取得联系。不过，考虑到当前的状况本身就可能源自量子之海的异常波动，短时间内我们或许无法期待来自他们的支援。那要召集圣弗雷亚的那批人吗？我已经和盟主逐一联系过他们了。在这一方面，值得担忧的是，我们一直没有联系到浮华。哎，这怎么会？是啊，之前考虑到紧急状态下如何帮助时之律者的问题，长光特意帮他改造了设备，在他的手机上集成了随时可以呼叫千界异城的功能。照理说，他应当是全世界最容易被联系到的那个人才对。邮件，长光的转发，原始发件人不明。什么地方？北极，雪国，圣诞老人的故乡，啊，简直像是童话里的景色啊！我懂了，这应该就是所谓的量子跃迁吧？哎，等等，这里可能真的是异世界。苏珊娜，啊，希尔，快来看呀，好厚的雪，整个世界都是白色的。不好意思，我有些兴奋过头了。毕竟在我的老家，别说这种铺天盖地的大雪了，连一片小雪花也很少见的。虽然来到天命总部之后，我也见过不少雪景了，但还是忍不住每次都大呼小叫。亚尔维特没少因为这个笑话我呢。原来是这样，说起来，你之前好像不太舒服，已经没事了吗？哦，对啊，这方面好像是没事了。可能是我已经适应了量子之海。亚尔维特也总说我最大的强项就是适应力呢。或许是因为环境改变了吧。这里有规则的建筑群和生活设施，很明显有人居住过。我们现在很可能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泡里面。不过我刚刚可是被那扇传送门吓得不轻，那道白光
我还以为自己要被分解成原子了。希儿，你没事吧？还有另一位希儿耶。诶，另一位希儿，他去哪儿了？等等，我确认一下，他之前确实和我们在一起的吧？应该不是我幻想出来的。别急，苏珊娜，只要不出什么意外，他一直都和我在一起的。哦，对对，那才是正常情况来着。那我们快叫他一下试试。我也在这么打算。希儿，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怎么会？希儿，难道说他现在……我完全感受不到他。这种情况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希儿，你没事吧？你脸色很不好，不要紧吧？希儿，不要紧的，希儿。无论如何，大家进入的是一扇传送门，这一点没错吧？那么，按道理来说，我们都应该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另一个希儿不在这里，或许是因为那个，毕竟是量子之海嘛，空间什么的都乱七八糟的，他或许是被扔到村庄的另一头了呢。又或者他先一步到达，发现了某种危险，为了保护我们就抢先行动了。对，很有可能。总之，作为一名天命女武神，我觉得我们需要立刻行动起来。我们去找另一个希儿吧。苏珊娜，你说的对，我们去找希儿吧。这才对嘛，他见不到我们，一定也跟你一样着急呢。虽然相处的机会不多，但我能感觉出来，他非常非常在乎你。谢谢你，苏珊娜。别这么见外啦，能够互相帮助，这才算是好搭档嘛。哇，这里真的到处都是雪呢。或许这就是一个常年积雪的世界泡，那些房屋的屋顶都有一定的坡度，墙体也都比较厚实。确实，不愧是希儿，观察的真仔细。没什么，在西伯利亚，类似的房子其实有很多。
行，这扇门纹丝不动，根本打不开。我们还是找找别的路吧，希尔。苏莎娜，你有没有觉得这扇门跟周围的景色有点格格不入？确实，门上好像还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看着像是一朵花。这扇门似乎没有门锁，也没有门栓，为什么会打不开呢？这个嘛，哎，会不会就是那朵花才让它无法被打开？我在说什么呀？就算是在世界炮里，这种设想也太跳跃了吧！哎呀，你的直觉倒是很敏锐嘛，小姑娘。啊，声音，谁在说话？世界炮里的人，快出来，不要吓我！可是我明明就在这儿啊！鬼怪，幽灵，隐形人。真是的，刚夸你敏锐你就犯傻，我是在这扇门的后面啦。什么啊？你不会是专门躲在门后等人靠近，然后再突然说话吓他们一跳吧？喂，谁会闲着没事干去做这么无聊的事啊？那你躲在门后干什么？当然是在等人把这扇讨厌的门打开，从我这边是不可能做到了。但从我们这边好像也打不开。那是因为你们没有用对方式，我都听到了。你们说那边的门上有团黑色的东西，那是这个世界炮特有的一种能干扰空间的物质。不过幸好，边境村里就有一种能消除这种物质的结晶，叫做光岩。你们能找来几块吗？那样应该就能把门打开了。等一下，您刚才的原话是这个世界炮有什么问题吗？我好歹也算量子之海中的漂泊者，知道这里是一个世界炮很奇怪吗？量子之海的漂泊者，听起来好帅气。能请教一下您的名字吗？啊？虽然告诉你们也无妨，不过还是等到你们把门打开之后再说吧。你们想啊，就算我现在报上姓名，你们也看不到我的样貌，这样反而挺奇怪的，不是吗？总觉得是个非常讲究的人呐。但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一次性多问出一些东西。抱歉，门后的小姐，虽然我们也想帮您的忙，但是我们自己也有紧急的事情要办。对，我们还要找我们的同伴呢，他一定还没走远。同伴嘛，也好，那就先让我来帮一帮你们吧。你们是什么时候和同伴走散的？大约10到20分钟前。那时我们刚刚进入这个世界炮，所以精确的时间有些难以估计。那首先可以排除他通过了这扇门的可能性，因为我在这扇门后已经待了1小时以上，门一直是关着的。而且这扇大门是离开边境村的唯一出口，也就是说，你们的同伴一定还在村落中的某处。原来是这样，这还真是个重要的情报啊，希尔。非常感谢您的帮助。那我们快去找他吧。哎，等等，既然你们要去村落那边，就顺便找一些光源带过来呗。等你们找到同伴，想要离开这里的时候，也还是需要打开这扇门。而且我提供的信息也帮助了你们，不是吗？您说的没错。可是我们既不知道这些光源的具体位置，也不知道它们究竟长什么样子。这个好办了，等你们到了村落里面，注意看我的提示就好。提示？看到的时候，你们自然就明白了。好啦，快去吧，你们的同伴应该也很焦急，不是吗？那我们出发了。
你看那边，那个应该就是刚才那位小姐所说的提示吧？我们去看看吧。这是文字。啦啦啦啦啦啦！又是隐形人吗？傻瓜，还是我呀！是门后的那位小姐。没错，这就是我为你们提供指示的方式。这是一种操控音符的能力，可以将声音投射到远处，化为文字，也可以通过声波传回的间隔判断你们的大体位置。哦，就像蝙……不许说像蝙蝠。你先说出来了，那不就证明你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吗？总之，你们只要遵从音符转化出来的文字指示，就能找到光源了。数量的话，5块左右应该就足够了。明白了。不过预先打个招呼，光源因为其特殊的作用，似乎都被以前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保存在了设有机关的密库中。而且另一方面，光源本身也会吸引来量子之海中的怪物。怪物和机关嘛，嘿，小事一桩，我们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好呀，那我就期待你们的精彩表现啦。这个边境村还挺大的，就是没见到一个人。这里似乎已经被废弃了一段时间。希儿好像不在这里呢。没关系，我们再往里面走走。光源应该就是这个吧？果然在发光，可是为什么是盐呢？先不管了，反正再收集4块就可以了。怪物果然出现了。这里是……希儿，你怎么啦？还记得我之前提到过的裂隙吗？当我在西奥拉之家第2次看到那种裂隙之后，我就突然进入了一个类似梦境的场景。那个场景和我现在看到的一模一样，同样的街道，同样的雪，只是天色更暗一些。你是说，你还在西奥拉之家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过这个世界泡里的景象？我和你一样感到不可思议，不过
这或许说明了一件事。什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泡，应该不是出于巧合。雨兔或者其他什么人，从一开始就希望我们到这里来，至少是希望我到这里来。裂隙或许是他的一种暗示手段，他想让我先认知到这个世界泡的存在。让你认知到世界泡的存在，就能把你引导到这里来吗？具体的方法我也不太明白。雨兔的能力同时涉及到意识和空间的领域，或许也能结合起来运用。不，还是先不要臆测太多了。不过既然知道雨兔有意将我们引到这个世界泡里来，我们在这里可要多加小心了。是的，毕竟我们对对方的真正目的还一无所知。很顺利，这里的光源也可以收下了。怎么了？还有看漏的机关？不是。我刚刚碰到这块光岩时，好像碰到了什么柔软的东西。不软啊，硬邦邦的。只有刚才的一瞬间有这种触感，应该是我的错觉吧。可能是因为这里太冷了，手给冻麻木了吧。或许就像你说的这样吧。5块光岩已经收集完毕了，但还是没有看到希儿的踪影。没事的，苏珊娜，多亏你之前为我打气，我已经不会再那么轻易的消沉了。那最好不过啦。不过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呢？我想先收集些情报，了解更多关于这个世界泡的事情。不继续找另一个希儿了吗？这里我们已经找遍了，希儿她确实不在这个边境村里。不过我们也确认了，我之所以会进入这个世界泡，并不是因为机缘巧合，而是某人有意而为之的结果。那么希儿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很有可能也是由于此人的预先安排。只是假设对方就是雨兔，他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归根结底，想要解开谜团，我们还是得弄清楚对方的目的。而这个世界泡一定拥有与我有关，或者与对方有关的某种特性。了解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了解幕后情况的第一步，也就是找到希儿的第一步。有道理。而且我们之前的那个猜测也依然成立。另一个希儿，他应该就在这个世界泡里的某个地方，只是我们彼此还无法接触。走吧，让我们先去打开那扇门。门后面的朋友是不是应该叫你漂泊者？我们把5块光岩带回来了。辛苦了。说到做到，你们是一组值得信赖的搭档呢。
是当然啦，怎么说我们也是天命，我们也是武力与智慧兼备的旅行家呀。门后的小姐，请问要怎么用光眼把这扇门打开呢？很简单，门前应该有个台座吧？那是个简易的聚光器。你们只要把光源放进去，调整聚光的角度，让光线照射到门上的黑色干扰物质上，门就会开了。聚光器，哦，说的应该是那个吧？好，我们就照他说的做吧。啊，门真的打开了！我们进去看看吧。真是多谢你啦，漂泊。人呢？是直接往前走了吗？我们去前面找找看吧。哎，那是什么？啊，苏珊娜，你慢一点，小心悬崖。那是……太厉害了！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炮吗？怎么，你们也看呆了？看来大家都彼此嘛。这个声音是……嗨，等你们很久了，欢迎来到严雪圣城。